陈二狗意外被闪电击中，竟重生成一个还未出生的婴儿。这两口子家徒四壁，穷的老鼠来了都要哭着走。彩霞真是难为你了，怀孕6个月了，每天只能吃萝卜青菜。我这个做丈夫的无能啊！远明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每天就算只有一根胡萝卜，我也十分开心。别气馁，我们会好起来的。再说了，咱们不是还有100块钱存款吗？100块钱存款，吃青菜萝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被雷劈死了，转世重生了？重生就算了，居然还是穷苦人家未出生的胎儿。我陈二狗好歹也是开劳斯莱斯的人啊！那100块钱是留着给你生产住院用的，又怎么能算是存款？远明，现在距离我生产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，实在不行你就拿这100块钱做点小生意吧。若是能挣到钱，将来孩子出生之后也不至于紧巴巴的苦熬。不行，这100块得给你留着给用。可即便留着孩子生下来之后呢？若是再碰到个没有奶水，我们连奶粉钱都没有啊！我的个亲娘啊！你这是准备让我刚一出生就要饿肚子的节奏啊！陈远明此时也沉默了下来，双眉紧锁。营养不足很有可能会造成奶水不足，以后的奶粉钱怎么办？反正我们都这么艰难了，还不如搏一把呢。我在乡下的时候看到过接生婆接生，实在不行我就自己生，不用去医院了。我的个亲娘哎，你这是多大的心啊！你儿子我的命可宝贵着呢。陈二狗急得真想骂娘，可他除了还有前世的记忆之外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那我们做什么生意好？我们没有别人做生意的智慧，但我们能吃苦。不行你就摆个早点摊，应该会比打工挣得多吧？这恐怕不行，你眼看就要生了，我们需要来点快钱。摆早点摊的收入根本不能快速回本，到时候若是连100也没有可怎么办？一时间两人都陷入了沉默，肚子里的陈二狗白眼直翻。我前世堂堂亿万富翁，竟然沦落到了要靠早点摊养活的地步，这也太憋屈了吧！我在工地的时候听几个工头在一起议论，他们说最近彩票站经常中大奖，要不我们也去试试？肚子里的陈二狗一听买彩票就来劲了，前世他可是靠彩票来的第一桶金，使出全身力气用脚在肚子里猛蹬了几下。远明，这孩子有动静了，他在踹我呢。这孩子半年来一直老实，刚听我说买彩票就有动静了，难不成他能听懂我们说话？他才6个月呢，怎么可能听懂我们说话？陈远明走过来蹲下，用手摸着妻子的肚子。孩子，你要是能听懂爸爸说话，你就踹一下。陈二狗一听老爸在问自己，顿时欢快起来，心想这老爸还不算笨，知道用这种办法来测试自己，狠狠地蹬了一下腿。彩霞，我感觉到了，孩子他真的踹了一下。我也感觉到了，难道他真的能听懂我们的话？这也太荒唐了吧，会不会是巧合？我再试一下。宝宝，你要是能听到妈妈的话，你就蹬2下腿。我的个亲娘啊，你这是怀疑你儿子的智商啊！说完又大力的蹬了2下腿，两口子看着对方都顿时张大了嘴巴。陈远明迫不及待地拉着张彩霞出了门，路上张彩霞摸着自己的肚子，神情复杂。你说我们真的会中彩票吗？放心吧，儿子不是已经给过我们提示了吗？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那个年代彩票业刚刚兴起，彩票站还不是很多，而此时的销售点早已挤满了人，排了半小时的队终于轮到他们了。你好，我想要买彩票。买几张？什么类型？号码多少？这一下把陈远明问懵逼了，对于彩票他也只是曾经有过心动而已，还从来不知道这里面竟然还有这么多门道。我说你买不买啊？不买赶紧让开，可别挡着我们发财呀！看他们那寒酸的样子，想要一夜暴富也在情理之中，恐怕就是买彩票的钱也都是饿了几天才攒的吧。我呸，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明天结果出来，我看你们还敢这么嚣张！想到这里，陈二狗直接一脚踹了出去，而此时满脸窘迫的陈远明正要离开，张彩霞一把拉住了他。他们若是都懂，一个个的早就发财了，还用得着在这排队？儿子刚又踹我了，我们继续买彩票吧。陈远明看了看销售员背后的墙上写着22选5，于是灵机一动，我就买22选5吧。陈二狗一听老爹要买22选5，脑子开始了飞速运转。前世他可是研究了很久的彩票，被疯老头打了一针后又有了过目不忘的能力，所以每期的中奖号码都记得。可是他在绞尽脑汁想了半天之后，却挂起了满脸无奈，因为他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。你们到底买不买啊？不买赶紧让开，我可是看好日子来的。1990年2月16号11点18分，这可是我的吉祥数，耽误了时辰你赔得起吗？陈远明身后的人又不客气地催促了起来，这让陈二狗眼前骤然一亮。知道日期这还不好办，1990年2月16日的22选5的号码是18、9、19、1、6。就在陈远明被人催促的满脸通红，但却又不甘心就此离开的时候，张彩霞的肚子又有反应了。她仔细数着儿子踹肚子的次数，第一个号码选18，第2个9，第3个19，第4个1，第5个6。请问你们要打几注？几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问你这个号码要买多少倍率的。真是不知道你这样一个猛逼货，跑来凑什么热闹？什么都不懂就抱着一个发财梦闯了进来，真以为这彩票就是给没脑子的人准备的。陈远明没有理会身后的人，他直接将目光看向了张彩霞的肚子，问道：我们该买几注呢？这一问，张彩霞的肚子像打鼓一样砰砰乱撞，陈二狗在里面就是一顿狂踹。他的记忆里，当年这注彩票奖金只有20万，
此刻的他玩了命的踢踹，就是想让陈远明将这100块钱全部买了，一注2块钱直接买50注，这样就算按照奖金池的50%获奖，最少也能得到几百万了，直接脱贫成100万富翁。可这他一顿疯踹却让父母根本不能理解，一时乱了阵脚。远明怎么办？孩子一直在踢我。这样吧，就给我来上10注吧。为了保险起见，陈远明给了销售员一个数字。陈二狗一听老爹报了数字，直接停了下来，累得呼呼直喘，却是满脸遗憾。我的老爹啊，你真是我亲爹啊！希望开奖的时候你不要后悔。陈远明夫妻俩回去之后，整整1个下午都处在了难以置信之中。还没出生的孩子居然能听懂他们所说的话，还提示他们买彩票的号码。他爸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咱们会不会真的因为孩子的提示而彻底翻身呢？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孩子肯定是个福星，是老天看我们本性善良却穷困潦倒，特意给我们降下的恩赐。但愿如此啊！但愿我们真的苦尽甘来了吧。他们的生活已经不是清贫，而是绝对的困窘了。自从怀孕之后，她就被工厂辞退，没有了经济来源，单靠着丈夫一个人的收入根本支撑不起在这个城市里的消费。远明，你说我们是不是买少了？这孩子那顿乱踢的意思，是不是让我们将100块钱都全部买了呢？我爹亲娘哎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明白？不觉得晚了吗？陈二狗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谁不想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？可无奈他空有呐喊却没有声音。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的猜测，或许也都是巧合而已，总不能真的将这点积蓄都砸到彩票这种缥缈的东西上吧。身为一家之主，他得全盘考量，即便这20块钱就算打了水漂往回挣，那也有个盼头。可若是100都没了，孩子拿什么出生？就这样在满心忐忑之中，终于迎来了晚上8点彩票开奖的时刻。陈远明两口子没有电视，只好去了巷口的小卖铺。小卖铺老板娘拉着一张臭脸问道：怎么，你们也买了彩票吗？下午买了几注碰碰运气。老板娘嫌弃的看了他几眼，心想就这穷酸样还想中彩票。终于电视上的主持人开始播报中奖号码。第一个中奖号码18，竟然真的是18。张彩霞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难道这孩子的预示真的要实现了吗？我的个亲娘哎，你不用这么激动吧？你这血液的瞬间增压让你儿子我好难受啊！娘胎里的陈二狗骤然感到了一阵宫缩，浑身上下仿佛被带上了枷锁，压迫的他差点窒息了。此时的他只能期盼着张彩霞心理素质过硬一点，看到中奖号码的时候能坚强一点，要不然来个流产他可算是玩完了。第二个中奖号码09，竟然又对了。第三个号码19。电视上的主持人一直播报着号码，直到最后一个06报完，他们的彩票全部都对上了。两人此时已经彻底陷入了呆滞。随着一声闷响，陈二狗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张彩霞一时太高兴了，血压升高，一头栽倒，陷入了昏迷之中。重生到娘胎里，还未出生就要忙着为爸妈赚钱，提示他们买了10注彩票中了200万大奖。彩霞，你不能有事啊！有，不就是买了一张2块钱的彩票吗？没中就没中吧，至于伤心到这个地步吗？完了，这难道真是天妒英才吗？这还没出生呢，就要交代在娘胎里了。彩霞，我们的好日子正要开始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你若有事，让我怎么活？我们还有未出生的孩子，你更要为他想想啊！我说你能不能把你老婆拉到外面去？一旦在我这里出事，我还得跟着受牵连。我好心让你们看电视，可不能讹我啊！陈远明尽管着急，可也实在没有办法了。那个年代，在他们这种小城市还没有120，他只好抱起老婆走了出去。彩霞，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！为了孩子，为了我们的家，一定要坚持住！我马上就送你到医院了。一边往医院走，一边唤着张彩霞。此时的陈远明后悔极了，早知如此，哪怕清贫一世，也不会让妻子遭遇这种危险。张彩霞突然悠悠地出了口气：我的娘嘞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你可终于醒了。张彩霞醒来之后，陈二狗微弱的心跳再次恢复了正常，体内也跟着有了氧气供应，头脑慢慢的恢复了清明。娘嘞，你儿还没出生呢，就差一点驾鹤西去了，这才区200万而已，至于吗？远明，我们有钱了，我们终于有钱了。有钱是有钱了，可你一定要稳住啊！别忘了，你现在可不是孤身一人，你不仅有我，更加还有孩子。此时他们买彩票的彩票站，看完开奖结果的现场已经炸锅了。22选5，我们彩票站有人中奖了，而且还是1票10注。1票10注，我的个乖乖，是哪个挨千刀的买的？怎么我就没有跟着买呢？你忘了吗？他就站在你的前面，你们还催促了他好几次。22选5的投票竟然出现在了这里，而且还是1下10注，看来这个彩票站的鸿运到来了。是呀，原本我还想着这里一直没出过大奖，肯定是风水不好，正准备换地方呢，看来不能动了。不能动，绝对不能动。他爸也不知道我们中了多少钱，够不够在这里买1套房啊？我的个亲娘哎，才买1套房，你的目标也太小了吧？明天之后，你哪怕买个100套房，都是淡若清风的事情啊。具体还不知道，但应该够了吧？的确也应该买房了，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跟着我们颠沛流离。买房确实是当务之急，我现在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，就没办法帮父母操作那么复杂的股票交易。既然无法运作股票了，那就退而求其次做一次房地产吧。远明，孩子又踹我了，看来他同意我们买房。那我们该买多少套呢？二狗在肚子又是一阵狂踢。陈远明两口子这次不再认为他们的儿子在乱踢了，这是提示他们将全部资金都买房产，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到底中了多少钱。第二天一早，整个郊区都炸锅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
咱们这里的彩票站昨晚开出了巨奖，一票10注奖金额都200万呢。200万啊！我的天爷爷，那得用多大的麻袋才能装得下？他们是在说我们吗？难道我们真的中了200万？郊区彩票站又是一票10注，肯定就是我们了。早知如此，胆子再大一点，把100块都买了就好了。陈远明两口子来到彩票站的时候，已经挤满了人，都伸长了脖子朝外看。那个兄弟啊，昨天真是不好意思，能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判断出数字走向的吗？哪有什么数字走向，我也是全凭我儿子给的提示呢。你儿子给的提示，那岂不是说你儿子是个神童了？这位大哥能让我们见见你儿子吗？我想跟他学习学习。众人的热情达到了高潮，可陈远明却陷入了窘迫。自己的儿子还在他娘的肚子里，这怎么见？若是告诉他们自己儿子还没出生就给了提示，估计自己都被这帮人说是精神病了。我儿子昨天就去他姥姥家了，要过段时间才回来。不好意思各位，你们的希望恐怕是要落空了。闻言，众人脸上的热情都凝固了，明显人家这是奇货可居，不愿意帮衬别人啊。你好，我来兑奖。你们中的是200万大奖，需要去省城领取的。大哥，你以后常来我这里坐坐啊。售票员的态度跟昨天彻底的判若两人了。今天刚一开门，他这里的生意就直线攀升。若是他能来再买几注，而且能再次中奖的话，那自己这个彩票点肯定也会跟着繁荣了。可他哪里知道，此时的陈二狗已经将主意打到了房地产上。毕竟一直中彩票这种事情不合理。那就谢谢了。陈远明礼貌地回了一句，拉着妻子就走出了彩票点，直奔火车站坐车去省城潭源市兑奖。刚兑完奖，拿到了200万，张彩霞看着繁华的城市迷茫了。远明，我还从来没有进过省城呢，这里居然这么繁华呀！你要是愿意，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买房。毕竟200万，就算在省城，我们也是有钱人了。在省城买房，90年代省城的房价也不算高，但是10年之后却也只是翻了10番而已。可滨海市的发展空间甚至还要超越省城，要让他们不要在省城发展才行。远明，我们虽然有钱了，但也不能就此好高骛远、大手大脚的。省城固然繁华，也得为孩子考虑，手里留点钱，不能再让他跟我们一样，生在一个没钱的家庭。那就听你的，咱们这就回滨海。两口子很快就踏上了返程的列车。到家之后，陈远明特意买来了一张滨海地图。彩霞，我刚才已经打听过了，滨海市区的房价要每平米80块钱，虽然贵了点，但好在是市区，将来的升值空间一定很大。你看呢？陈远明看似在询问张彩霞，实际却是在问肚子里的陈二狗。可在他话落之后，陈二狗却没有半点反应。这小子这是不同意啊！远明，再看看其他地方吧。那就东郊吧，比咱们这里繁华一些，房价不高，而且有一所重点小学，未来应该能有升值的潜力。依旧没有反应。彩霞，你说这孩子是不是睡着了？看到张彩霞的肚子仍旧没动静，陈远明不由得迷茫了起来。别着急，这才看了2个地方，继续选择一下其他区域看看，说不定这孩子早有了其他打算呢。张彩霞却显得要比他沉稳许多，毕竟母子连心，对于这个未出生的孩子，她有着先天的感知优势。那就南郊吧，那里也比剩下的2个郊区好一些，也有一所不错的小学。陈远明虽然耐住了性子，可语气却显得有些焦急了。最好的2个地方都不让买，那退而求其次总可以了吧？可张彩霞的肚子还是没有反应。南郊也不行，那就北郊吧。北郊虽然远了一些，但也比现在我们住的这个西郊好多了。这里就是个贫民窟啊！可在他语气落下之后，张彩霞的肚子依旧还是静悄悄，没有一点动静。难道这孩子真的是要我们在西郊买房？这一下陈远明不愿意了。西郊都是年代久远的建筑，破破烂烂不说了，就是要买也肯定不会升值。就在此时，陈二狗在肚子里小腿狂蹬。就买西郊以后，这里可是个好地方啊！他把孩子终于动了。彩霞，我不同意在这里买房，而且我们买的还不止一套啊！一旦投资失败呢，这笔钱可就没了。这里破烂不堪就不说了，而且穷乡僻壤出刁民。张彩霞也沉默了。的确，在这贫民窟买房的风险太大了，一个不慎血本无归，报复之后的心理是会有巨大变化的。一开始没钱的时候，他可以孤注一掷听任陈二狗的预示，但有了钱之后，立马就有了自己的想法，患得患失，不愿意再贸然支出了。这一下把个陈二狗差点气死了。千算万算，就是没算到关键时刻，这个素未谋面的父亲会突然有了性格，一切都是钱闹的呀！远明，我们的钱都是这孩子带来的，不管是巧合也好，还是天意也罢，我觉得没有这孩子就没有这笔钱。何况我们本来就是半生贫困，大不了就当从来没有过这笔钱，那又能如何？所以你觉得要在西郊买房？我觉得咱们就再听这孩子一回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里是出了名的穷，以后能有什么发展？2人的谈话直接陷入了僵局。一直以来，虽然生活困顿，可2口子却甜甜蜜蜜，不论遇到多大的艰难，都是相互扶持，共同抵御。但现在从来没有过的分歧却产生了。别累，这才区200万，就让你如此不舍，目光短浅了。要知道，你此刻的投资会在未来给你换回至少50倍的回报，就算只投100万，那也能得到5000万的回报啊！可奈何他空有一腔呐喊，却发不出半点声音。母亲也说服不了这个父亲。远明，你变了。我们有事从来都是商商量量的，可今天你却为了花钱跟我红脸了。老婆，是我有些太过急躁了，但是这笔钱有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唯一的一笔财富，既然我们已经拥有了，失去又怎么可能甘心呢？大起大落那不是我能够承受起的，你也不要再逼我了，以免惹你不高兴再动了胎气。怕动了胎气？看来你还是关心老婆孩子的是吧？那就好。
哎呦喂，我肚子好痛！彩霞，你没事吧？陈远明的脸色也瞬间充满了关切。可这还不算完，陈二狗撒开鸭子就是一个劲的猛踹。我让你决断，让你不同意，那我就踹到你同意为止。只要你还心疼老婆，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。张彩霞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，直接倒在沙发上捂着肚子。这孩子怎么突然发疯了？远明，快说，我们就在西郊买房，你快说呀！这种情况之下，张彩霞哪里还不明白，这是附中孩子不满意了再跟他们抗议。看着老婆痛苦的样子，陈远明也慌了起来。我买还不行吗？我就在西郊买房，将这200万全部买了，我们拿也不去。随着陈远明最后一句话落下，张彩霞的肚子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老婆要不要紧？我们去医院吧。不用了，我缓一缓就没事了。我未来的爹呀，你可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但为了将来的美好生活，儿子也只能这样了。对不起呀，我的娘亲嘞。我一不小心重生在娘胎里，拥有前世记忆的我，在娘胎里就开始赚钱。陈远明买彩票中了200万，第二天就准备大批量的购买西郊民房，但是很快就碰到了难题。要买我家的房，你怕不是个骗子吧？我长得像骗子吗？那你就先考虑一下，我晚点再过来吧。行的话，我按照市场价1平米40元直接收购过户。陈远明留了这么一句话走了，他身后的巷子里也渐渐聚集起了一群人。哪来这么一个愣头青，竟然要买西郊的平房？那个人也去你们家了吗？去了，我们这些人家都来过了。我问过了，他要一下子买150套呢。150套那不正是我们这里所有的房子吗？他有这么多钱吗？据说是一手交钱一手过户，他样子不像是骗子。一下子买100多套，这种人肯定是带有某种目的来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能按照市场价来了。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会，总结出一个结论：这个人想要买他们的房就得加价，将原本每平米40元的价格，硬生生给要到了每平米200元，而且还想要一笔搬迁费，每家500块。陈远明疲惫地回到了家里。他爸跟人家谈的怎么样了？真是穷山僻壤出刁民，这个道理亘古不变。这些人一听我要买100多套房，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，问我要1平米200元的价格，他们怎么不去抢呢？价格翻了5倍，这可怎么办？孩子还是不了解外界的行情，我们不能光听他的胡来。这个价格还不如直接从市区购买楼房，不就是区5倍外加些许搬迁费吗？我们也还有40倍的升值空间呢。这里以后可是滨海市的重点开发区。一想到这里，陈二狗又着急地开始踹他娘的肚子，生怕错过了这块大蛋糕。他爸，这孩子又踹我了。看来他还是不同意从市区买房啊。我说这孩子还在娘胎里就这么倔强呢。西郊买房的风险显而易见，我们都聊了这么半天了，他怎么就不明白呢？陈远明此时脸上的表情笑得比哭还难看，可他又不敢强硬地坚持己见，生怕又惹得孩子生气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按照他们的要价来看，反正也不够买100多套了，就先买70套，咱们手里还能留点活钱，这样等孩子出生，就算西郊赔光了，也不至于再过紧日子了。行，反正这个钱也是这孩子带来的，就算真的赔光了，那也就当没有过吧。看来自己的这个娘亲要比这个父亲有思想的多了，这样一来不仅达成了自己的小计划，还留下了一笔活动资金，以备自己再干点别的，还剩40多万，足以让自己大显身手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陈远明便再次出门了。这一次陈远明学精了，他再没有挨家挨户的自己去聊，而是直接去了居委会。陈远明就说出了自己的来意，让居委会出面协调居民，反正只有70户的收购名额，先到先得。你就是陈远明，昨天你要购房的消息传遍了西郊，能跟我们说说你一下买这么多房准备干什么吗？我准备自己用。居委会主任一听知道这是对方不愿意多说，但不管如何能让70户住户离开这里就此脱贫，那也是他们的政绩。我这就召集大家过来，但至于效果如何，那我可就保证不了。居委会的力量让陈远明惊叹之余，也为自己昨天的付出懊恼。很快居民们就来到了居委会。又是昨天那个买房的，看来他还真是有其他用途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啊。越是这样才越好啊，我觉得我们要价200一平也有些少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你有本事要个500、1000的人家给你才行，可别狮子大开口，最后赶跑了财神爷。陈远明听着这些人的话，心中不由得再次泛起了一丝怒火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大家好，我今天来还是昨天的意思，可以按照你们昨天提出来的要求，200一平外加500搬迁费，但是有一点要改变了。原本我是想要将西郊的房子全部买下的，由于你们要价太高，从而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，因此我现在只能减半购买70套，所以想要卖房的就从速来这里登记吧。众人一听瞬间傻眼，原定的150套现在竟然变成了70套，一下子少了一半，要是速度慢了，后面的人就没有名额了。陈总，我愿意第一个把房子卖给你。陈总，我也愿意卖给你。有人开了头，一时间整个现场都沸腾了起来。陈远明急忙站在了桌子上，看着人群大声喊道：大家排好队，我只有购买70套房的能力，所以70个人之后就请自便吧。人群瞬间炸了，争前恐后，排队拥挤，都想要抢这70个脱贫的名额。一时间你拥我挤得乱成一团。你们这样挤下去，纯粹就是在浪费时间，都不想卖了是吧？那就算了。说着，陈远明跳下桌子就想走，瞬间场面安静了下来。突然有人一声大喊：陈总，我愿意降价，150块一平，我家卖给你。我也愿意150一平。陈总，我们家的条件窘迫，
老少三代只有50个平方，你可怜可怜我，买我们家的房吧。随着第一个人的主动降价，后面跟着就是蜂拥而起的声音。这一下轮到陈远明傻眼了，昨天一个个嘴巴都跟撬嘴似的，今天只买70套，他们反而自己降价了。陈远明转身又上了桌子，诸位安静一下，我的资金真不多，所以还得按照70套来买，你们最好赶紧排好队，再要是挤下去，我可真就走了。陈总，我家100一瓶卖给你。陈总，我也愿意110一瓶。陈总，你总不会放着100一瓶的不买，非要买150一瓶的吧？陈总，我这就登记，立马按手印。随着再次降价，后面的人开始迫不及待地朝前挤，生怕再慢一步又被前面的人抢走了名额。瞬间又是人群大乱，价格降了100，那我的钱就足够买140套了。可真的要买那么多吗？千丝万想之下，他最终决定，不管价格降不降，买100套是他的极限了。这样既能让儿子不再闹腾，手里也能留下更多的现金。很快，在前面的100户都兴高采烈地领到了搬迁费，过户手续都约在了明天一早。而后面那些没有了名额的住户，眼中都溢满了羡慕嫉妒的颜色。彩霞，我回来了，看来我这老爹还真给我带回来惊喜了呢。购买指标减半，那些迫切想要改善生活的人们还不得打破头了疯抢？想来应该是把150套全部拿下了吧。他爸今天怎么样？房子买成了吗？你是不知道啊，那些人一听我将购买数量减半了，立马就跟疯了一样，不仅开始了主动降价，还求着我要。降到了多少？你买了多少套？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买了整整100套，不仅给我们又节省下了40万，而且还增加了购买数量。怎么样，我聪明吧？陈二狗一听这便宜老爹的话，气得他又想踹肚子的冲动。我滴个爹，你这是自作聪明啊！100一瓶虽然比市场价翻了1倍，可对我们来说那就是莫大的机会，资金够用了，全部买了呀。可你居然见钱眼开又不舍得了，你可知道这1里1外就损失了几千万啊！陈二狗意外被闪电击中，竟重生成一个还未出生的婴儿。老爸在西郊买了100套民房，正准备过户。这时房管局外面已经挤满了人，大家不要拥挤，还是按照昨天的顺序排好队，只等房管局一上班，我们就开始办理过户。优远明大兄弟，昨晚上我刚从娘家回来，就听说了你的事情，我就说你不像一般的人，果然没看错啊。这不是小卖部的老板娘吗？我购买的房子好像没有你们家吧？陈总啊，我家确实没轮到，但是你的成功崛起，我也是个亲眼见证人，不是吗？你看你那么有钱，就照顾一下我们，反正也不差这1套半套的，对吧？100套我已经定了，再多1套也没办法接受你回去吧。陈总，不管怎么说，那天晚上我也给过你们帮助吧，你们在我店里看到了开奖号码才知道中奖啊。远明，不管如何，那天我们也是在人家那里看的开奖结果，这一点得澄清。你要是愿意，那就按80块钱1平米，不愿意就算了。行，就1平米80我卖了。陈总，我也愿意81个平方卖给你了。我也愿意卖了，你可一定不能把我们撇下。紧跟其后一直密切关注这里的人们，瞬间就将陈远明两口子围在了中间。这一下轮到陈远明傻眼了，自己都摆明了趁火打劫的态度，可这些人却还要争抢售卖，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？随着人群蜂拥而来，陈远明很快就脸色大变，后面的人疯了一样的朝前挤。张彩霞随着推推搡搡的程度越来越激烈，脸色也开始出现了不是苍白浮现大汗淋漓，这可把他身边的陈远明给吓坏了，拉起张彩霞就朝人群外面挤去。我的爹呀，你可真是自找苦吃，150套你全部购买了不就完了吗？咱们还差那点钱吗？非得要抠抠搜搜的，一旦让我娘亲出了问题，你这不是在要我的小命吗？陈远明在前开路，张彩霞紧随其后，可毕竟她已怀胎6月，身体笨拙，一个不留神脚下猛地一绊，扑通一下，张彩霞两眼一闭就昏了过去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早知如此，就干脆将150套房全部买了，也不至于出现这种局面呢。可事已至此，他也顾不得后悔了，抱起张彩霞疯了一般挤出了人群。肚子里的陈二狗陡然感觉自己身体一震，强烈的窒息感也随即漫上了心头。老婆，你可一定要挺住啊！我这就带你去医院。陈远明抱着妻子赶到了医院，医生正在诊断。肚子中的陈二狗这时却激动了起来。我那个去不会吧？难道我这是因祸得福了？我的母体在剧烈震荡之下，居然帮我打通了脐带最后的那一道屏障，我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。陈二狗通过母亲的脐带，终于能看到了外面的世界，看到了急救室里的风景，也看到了病床上的母亲。幸亏身体底子好，不然可就危险了。以后千万不能再让他摔跤了。今后我一定注意。感谢医生。陈总怎么样？您夫人没事吧？没事了，你们西郊150套房我全买了。陈远明这一句话把大家悬空的心都放下了。如果真的只买100套，剩下的50户人家怕是更加难过了。西郊贫民窟被个人购买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迅速传遍了整个南江省。90年代能以一己之力购买一个片区，这绝对是轰动全国的爆炸新闻。省府所在的潭源市一户住宅中，老婆子，你说这个陈远明会不会就是我那个外甥？就你那个扎了8辈子穷根的外甥，他可是连100块钱车费都还要跟你张口借的人。当初幸亏我没同意，不然就打了水漂。报纸上可是说了，这个陈远明前几天在滨海中了大奖，尤其还是在滨海，又是同名同姓，说不定还真是他啊！难道真是让他踩了狗屎走了霉运？一个穷的叮当响的人突然之间变成富豪了。老彭，要不你就去一趟滨海吧。
如果真是他的话，那咱儿子买房结婚可就不用再愁了。缺的那5万块钱，你直接问他要1点不就解决了？陈远明正带着老婆在滨海市区的新房里歇着，足足160平米，还是带金装修。老婆，我们终于过上了好日子。这大楼房在前些天我可是连想都不敢想啊。是啊，我们终于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拥有自己的家了，再也不用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了。爹呀，娘呀，你们也太肤浅了吧，这就让你们心满意足了？就是不知道我现在说话母亲能不能听到，能听到的话就太好了，我就可以顺利的指点江山，构建商业帝国了。左思右想之下，陈二狗还是放弃了语言交流的冲动，真怕一不小心把自己给作死了。毕竟能够窥视外界是在张彩霞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，可婴儿突然说话，还真怕张彩霞承受不住。他爸，你说咱们要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？是男孩的话就叫。一句话还没说完呢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这可是新家，他们才搬进来也仅仅半天，怎么就有客人上门了？谁呀？这么没有眼头见识，正要给我起名字呢，就被打断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二舅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？远明，果然是你呀！你的事情我都从报纸上看到了，这不你舅妈就赶忙让我来给你道喜来了。是二舅啊，你可真是稀客呀！我们2口子揭不开锅的时候，你连1把米都不舍得给，说什么有100块钱还要给狗买粮食，亲外甥连条狗都不如。现在知道远明翻身了，立马就来了。那个这些年我们疏于往来，的确都是二舅对你们照顾不周啊。二舅，我们也是刚搬新家，锅灶啥的还没买呢，所以也就不留你吃饭了。彩霞差不多就行了，不管如何也是我的亲二舅，咱们做小辈的不能太过分。亲二舅，你忘了当初被人家赶出家门，忘了一路风餐露宿只差乞讨了吗？那个时候怎么就不说是亲二舅了？二舅这么久没见，你们的身体还好吧？远明来，一言难尽呐。你弟弟小伟这不找了个对象，人家非要买房才肯结婚，而人家要的还是100平以上的，所以买房的钱就还差5万了。我就知道你老人家绝对无事不登3宝殿，果然这是知道我们有钱了又跑来认亲戚来了。我们家没钱，有钱也不会给外人借的。彩霞怎么说话呢？二舅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他可是我娘的亲弟弟。这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亲戚是个绝对的势利小人，还是自己这个娘明白，养不熟的白眼狼就不如不养了。我说彩霞呀，作为一个媳妇又是一个晚辈，舅舅可就得说你2句了。没大没小不要紧，但是一定要维护自己的丈夫，这才是妇道人家最应该做的事情。在农村是很讲究的，在我家里还教训起我来了，你何德何能？彩霞，别说了，为了你这个眼小势利的亲戚，竟然都不维护自己的老婆了。二舅你就直说吧，还差多少钱？原本是还差5万的，可我刚才盘算了一下，5万不够了。这个老家伙明显这是看到了老爹的态度，恐怕他一开始连5万也是心中忐忑吧，就是不知道自己这个父亲会不会真的答应了。5万都不够啊，二舅，那我就给你拿10万吧。不行，家里的钱1分也不能动，那是要留给我儿子的。真不愧是我彭凯言的外甥，可不像是有些人没有尊卑大小也就不说了，还那么的薄情寡义。我儿子小伟可是你们的表弟，你们就忍心看着他因为没钱而结不了婚吗？你们当初不也忍心看着我们挨饿睡大街？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自己薄情寡义？现在倒跟我来讲道理了，你儿子结不结婚关我们屁事？我们有义务管你儿子结婚吗？张彩霞都被气得火冒三丈，连带着心血翻涌，肚子里的陈二狗可难受极了，像是被4堵墙在同时挤压一样。你这个老东西害得老子又要遭罪！我滴个爹呀，你怎么看不清事情的本质啊？这老头明显就是吃定你了。彩霞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二舅不是说了那是舅妈逼的他，我不相信二舅能那么狠心待我。嘿嘿嘿，稳了，看来我今天绝对能拿走10万块了。再说了，咱家现在也不差这10万块吧？那不是还有50万的吗？不差钱。陈远明说这话的时候还拿眼角瞅了一下彭凯言，明显这是在装逼的节奏。可彭凯言一听居然还有50万，两眼瞬间冒出了金光。大腿抱的好，前途没烦恼。看来只要抓住了外甥这个一家之主，今后还不是大把的银子随便拿，而且还是不用还的那种。张彩霞已经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她知道了这不是丈夫顾念亲情，这是陈远明在炫耀身份，有钱了开始装了。完了BBQ了，爹呀！如果早知道你是这么个德行，我就等出生之后再显身手了。我绞尽脑汁的结果却被你拿来做了无偿奉献，你可真行！一有钱，暴发户的嘴脸就展露无遗了。看来今后即便构建起了商业帝国，也绝对不能让他插手其间，否则绝对会让自己的大厦在瞬间倾倒。我现在唯一跟父母沟通的方式就是踹，可事已如此，父亲已经答应了借钱，就算把母亲踹倒了又能如何？不仅于事无补，还会让母亲白白遭罪。不就10万块就当扶贫了，给你这个老家伙拿走噎死你算了。想到这里，他轻轻地蹬了一下张彩霞，答应吧，继续倔强也只是让自己徒生闷气，别忘了你肚子里还有我呢，一旦因为过分激动再动了胎气，倒霉的还是我呀。张彩霞感觉到了陈二狗的动静，急忙捂住了肚子。这个孩子能知道外界的一切，可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了他的发育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二舅走吧，我这就给你取钱去。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以及彭凯言出门时对自己露出的那一抹不屑，张彩霞整个人的温度都瞬间降到了冰点。
那个势利眼的二舅看到我家中彩票了，就来借钱。可气的是，这老爹还真借给了他。他们刚去银行取钱，就被银行的工作人员当作是小偷，报警抓了起来。同志，这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。我跟这个人不是一起的，我跟他不认识的。二舅，我来这里可是给你取钱的，怎么就不认识了？你们是不是一起的？你说的可不算，跟我们走一趟。陈远明，你可把我害苦了，你的钱是不是来路不正？二舅，你说什么话？我怎么会有来路不正的钱？还是等警察同志调查清楚了再说吧。谁是你二舅？我跟你可不认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是你的存折吗？我叫陈远明，存折是我的。这存折明明是张彩霞的名字，怎么就成了你的了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偷来的？同志，你搞错了呀！张彩霞是我老婆，我们的钱是买彩票得到的奖励，你们可以立马调查。陈远明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们搞错了。你媳妇正在赶来的途中，等她来了之后，你就可以走了。很快，张彩霞来到了警局，办完手续之后，跟程远明一起离开了。而此时，另一个审讯室内，你最好老实交代，你是通过什么方法行骗的？受害人准备给你转10万块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搞错了，陈远明他是我的亲外甥，我儿子结婚缺钱才来跟他借钱的，刚才发生了误会，我才不敢认亲的。最好是你说的这样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别以后眼里只有钱。陈远明，你给我等着，这口气我一定得出。张彩霞，你也等着，这10万块钱我彭凯岩还界定了。彩霞，对不起，让你受气了。没想到二舅居然是这样的人，一听说有事立马就翻脸不认人了。算了，你二舅是什么人，你也应该知道的更详细了，这样也好，以后他就不会来了。娘这么善良的一个人，怎么就看上了我这个爹呢？脑子一热就装逼，冷静下来就懊悔。看着吧，这个亏吃了他也不会长记性。老婆，你放心吧，我今后再也不会犯傻了。我们刚刚搬到市区，可总不能坐吃山空啊。你离生产还有3个月，我们该干点什么呢？要不你就在工地上找份工作，先凑合干着，等孩子出生之后再说。不行，不能浪费了这几个月的时间。他爸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跟我说话，说我刚才的建议不行，难道是肚子中的孩子？我怎么没听到啊？我的想法还真能与老娘建立沟通了，这下就能无障碍的进行交流了。娘，是我在跟你说话。还真是他在说话呀，他还叫我娘呢，我怀的怕不是个妖怪吧？老婆，你别吓我，你不会是出现了幻听吧？绝对不是幻听。孩子，你是男孩女孩？娘，我是男孩，是你儿子啊，我叫二狗。你会说话，还给自己取了名字。老婆怎么了？他爸这孩子说他是男孩，还说他叫二狗，自己给自己起了名字，这还是人吗？老婆，你会不会怀了鬼胎？爹怎么能说你儿子是鬼呢？娘，我是一个正正常常的人，你只要记住我是你们的儿子就行了。儿子，说说你是怎么知道外界事情的？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跟我说话？我也是前些天突然醒来才发现能看到外面了，才试着跟你沟通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彩票中奖号码的？我好像能预知未来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但又不是很肯定。这个便宜老爹都在怀疑自己是个鬼胎了。拥有记忆不是鬼胎是什么？只能用预知未来的借口糊弄了。老婆，他都说什么了？远明这孩子拥有特异功能，他能预知未来发生的一些事。看来出生以后绝对是个神童，他爸我们有福了。我的儿啊，你真是神童啊！彩霞，我们拥有一个这样的孩子，将来的好日子不用愁了。老婆，你问问儿子，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合适呢？儿子，给你爸出个主意吧，不然我怕你爸把钱乱花了。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做，去买股票，我能操控。买股票？那东西我们可是一点都不懂啊。娘哎，你放心好了，有我再亏不了。不过去买股票之前，你们先去置换一身行头，咱家现在也是有钱人了，穿的富贵点才行。两口子到服装店换了一套新衣服，就直奔股票交易所。儿子，我们该买哪一种股票啊？不着急，你先让我爸去开个户吧，我在这里再看看。果然传统板块的走势平稳，看似没有多大波澜，好像稳定的赔不了钱，但也正因为稳定才没有了上升的空间。我现在资金不足，只能维持短线，这样一来就只能买大起大落的波动股了。娘，我看好了，买那只创业板电子类。当张彩霞将陈二狗的意见告诉陈远明后，陈远明却不愿意了。他不懂股票，但刚才也听人说了几句，绿线代表的就是一路下跌的，而现在儿子要买的这只股都已经跌到盆底子上去了。这只股票都跌到底了，儿子究竟懂不懂这玩意啊？彩霞，我们手头只有20万的现金了，这要是买亏了，老本都没有了。娘，说说他吧，自己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一个爹，一到了关键时刻给我处失败。我觉得还是听儿子的吧，咱们就买这只股票。彩霞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我们手里的钱一旦打了水漂，就再也没有积蓄了。娘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股票这种玩意买的就是时机，一旦错过了时机，那接下来的很可能就是赔钱了。远明，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商量好的，一切听儿子的安排，怎么已经到这里了，你却又开始怕狼怕虎了？好吧，既然你也决定了，那就买。我这个爹呀，哪都好，就是缺一点胆量，老是怕这怕那的。孩子，你也别怪他，我们从小生活贫困，养成了不敢乱花钱的习惯，就算有钱也是要考虑长远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当然，由于卑微也肯定胆小嘛，这是乡下人与生俱来的脾气，一时间改变不了。娘，你就放心吧，不管如何，你们都是我的父母，
是我最亲的人，我不可能看不起自己的父亲。就在两人谈话之际，陈远明颠颠地跑了回来，脸上更是洋溢着一种得意的笑容。看到他这副笑脸，陈二狗一股不好的预感瞬间弥漫了心头。彩霞，我回来了。股票买好了吗？买好了，但是我听了一个高手的指点时，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，因此孩子说的那只股票我只买了1万块的，就当做是给他玩了吧。那个高手给我指点的另一只我买了19万。你不是不舍得吗？怎么一个陌生人的话就能让你一下子花掉19万？而我这个亲儿子的话，你却压根不信呢？你的心可真大呀！娘，你赶快问问他买的是哪一只股票。我买的是长阳制造的，据那个高人说，这只股票他看了很久，亏不了。长阳制造90年底就宣布破产倒闭了，而这场股灾的时间7天好像就是在今天，完了BBQ了。儿子，你父亲买的这只股票怎么样？娘再有半个小时这19万就没了。老婆你怎么了？站稳了，别激动啊。儿子，难道现在就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吗？半小时之后才会血本无归，那是上午闭市的时间。若是等到下午一开市，就是暴跌的开始。只要能在上午将这些股票全部抛出去就行。可是我这个爹，你看他的样子，愿意卖吗？远明，你赶紧去把那只股票卖掉。卖掉？为什么要卖？那高人可是说了，最近2天之内，这只股票必然会涨到一个新的高度，很有可能就会问鼎天花板，创造股市有史以来的神话呢。儿子说了，下午一开市，这只股票就得暴跌，甚至还有可能会血本无归。远明，我再说一遍，去把这只股票卖了。这是我的意思，也是孩子的意见。彩霞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跟你对股票都不懂，咱们的孩子还未出生，难道还能对没有接触过的事物知根知底吗？我是不会放着高人的建议不听，来听你们2个胡言乱语的。远明，你把话再说一遍，谁在胡言乱语？你若是真有本事，也不会每天都吃胡萝卜了。我早就知道你心里不平衡了，嫌我没本事窝囊了。今天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，我就是一无是处，行了吧？陈远明说完，把那1万的账户扔给张彩霞，就气冲冲的走了。娘，你别急，也别心疼钱了，不就是19万吗？我们母子齐心也不过是1下午的事而已。儿子保证今天闭市之前就帮你把你这19万给他挣回来。1下午挣19万？儿子，你可不要勉强，就算这笔钱没了，咱们现在也可以过安稳日子。放心吧娘，这点小事还影响不到我的发育。娘该怎么配合你呢？娘，你现在去交易区按照我说的操作就行了，切记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一定不能有半点犹豫，更加不能有半点迟疑，记住机不可失。张彩霞挺着大肚子毫不犹豫地朝交易区走去，儿子的交代她都记下了。所谓母子连心，张彩霞对于陈二狗的信任本就有着天然的成分，而此时陈二狗买进的陈海电子，经过了一阵轻微震荡之后，竟然出现了强劲的攀升，绿线探底，红线昂扬。娘，再等2分钟，立刻出手。我重生到娘胎里，还未出生就要忙着为爸妈赚钱。娘，立刻出手。张彩霞在陈二狗话落之后，立刻就将交易凭证递了出去。娘，立刻买进那只300714的股票。给我买进300714。母子2人的配合简直就是天衣无缝的地步。陈二狗指挥张彩霞在交易窗口不断的买进卖出，就这样在一阵频繁的操作之下，张彩霞手中的账户里很快就累积到了5万块。整个交易大厅轰动了。你们看到了吗？那个大肚子的女人，她竟然用1万块钱回笼了5万的额度。这是谁家媳妇这么厉害？挺着一颗大肚子都能将股票玩得如此顺畅，频繁的在盆地买进，又不断的于暂停出手，居然没有一次套牢，更加没有一次折损。这简直就是股票天才啊！时机把握精准，进出都在巅峰，货后更是掌握的分毫不差。这女人不简单。整个中心的交易窗口一溜排开，都站满了人，一个个的伸长脖子，只看张彩霞买什么，他们就跟着买什么。张彩霞出手，他们立刻抛手。儿子，咱们这一上午就用1万赚了5万吗？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娘，这才哪到哪呀？只要我们母子齐心，儿子给你创造一个奇迹看看。不知你爸买的那只股票怎么样了？儿子，你快看看，妈看不懂。娘走吧，没啥好看的，这点钱儿子下午就给你挣回来。陈二狗没有直接说父亲买的股票完蛋了，他怕张彩霞一急之下再出现什么状况。谁让自己摊上了这么一个爹呢？若是也能跟娘一样，那自己得省去多少事啊！对于未来，陈二狗有些惆怅了。这个爹不知道还会给他出什么幺蛾子。下午1点，张彩霞准时走进了交易大厅，依旧按照上午的节奏开始了频繁的买进卖出，而每一次出手收获的不仅是利润，还有那些围观者们惊叹的赞扬。这女人可真行，我从上午就开始观察她了，到现在为止竟然没一次失误，哪怕就连一个小小的波折都没有。好师傅，你来了呀！怎么样，我给你指点的方向是一条光明大道吧？好师傅，据你看我这只股票还有多大的涨幅？涨幅嘛，肯定还会更加强劲的，最少也还得再拉升30几个点才会达到峰值。不过你若是想要挣快钱的话，我还可以给你推荐一个高人。还有高人？挣快钱当然好了，不用长时间的等待，马上就能见着利润。你看到了吗？就是那个大肚子的女人。那不是自己的老婆吗？怎么成了好师傅嘴里的高人了？好师傅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这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呢？若不是看在你给了我一条烟的份上，这样的高人我是不会给你推荐的。陈远明眨巴着眼睛看着好师傅。要说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张彩霞，他自问非他莫属了。可要说张彩霞是炒股高人，杀了他也是不会相信的。
看样子你是真的不相信了。远的不说，就说今天上午，他靠着频繁的短线操作，以1万块钱的资本，直接创造了5万块钱的回报。你看到那群人了吗？都是在跟他疯的股民，现在都赚得腰包鼓鼓了。陈远明陡然感觉一道雷霆划过了脑海，1万1上午就变成了5万，那要是20万呢？5倍就成了100万。他已经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儿子的杰作。自己上午若是不擅作主张，将那20万全部买儿子指定的股票，现在他又成100万富翁了。你他妈的就是个骗子，害老子损失了整整100万，你知道吗？你怕不是有病吧？就你还想要挣100万？你才有病！你所谓的高人那是我老婆，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有这么厉害的老婆还来找我指点？快看啊，长阳制造的股票跌了，暴跌！瞬间将所有人的视线给吸到了大屏幕上，长阳制造的那条 K 线以巨石落地般的速度一路下沉，只是眨眼就到了底边。快呀，赶紧抛售啊！再不抛可就完蛋了。完了，这一下我血本无归了。长阳制造崩盘，整个夏国的证券市场都遭到了沉重打击，制造行业的所有企业股票跟着也出现了一路下跌的趋势，有的人倾家荡产，血本无归。我的天呀，那可是我一辈子的全部积蓄，就这样就在我眼前没了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儿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之间就成这样了呢？娘，这是出现了股市崩盘，别管他们了，这种情况太常见了，你还是聚精会神管好咱们自己的事情吧。陈二狗并没有告诉张彩霞，陈远明此时也跟这些人一样，身坠地狱，亏空老本了。儿子，那我们还买不买了？买啊，为什么不买呢？再有3万就完成今天的目标了。娘啊，这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个机会。娘，300835买进3万块，00677买进2万块。随着一连串的数字脱口而出，张彩霞将手里整整17万都按照陈二狗的指示全部变成了股票。股市震荡有弊有利，制造业属于传统板块，整个传统板块的股指都被瞬间拉低，而创业股却在这轮震荡中出现了异军突起的逆潮流现象。还没到1刻钟的时间，他买进的所有股票就出现了全面飘红的局势。娘，这一下我们不要急于出手了，等到快闭市的最后一刻再全部抛出。虽然依旧是短线，但持有的时间却延长了。陈二狗想要将今天的最后一笔做到最大的利润，而此时陈远明走了过来。彩霞，你买的股票什么情况了？我赔光了，本来一开始这只股票是涨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张彩霞将所有的怒火都强压在心里，希望他下回总该长记性了。彩霞，我听说你们今天在频繁的买进卖出，而且效果还相当不错。那是我儿子的功劳，跟你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。看到老婆的冷脸，陈远明自知理亏，也不敢再继续作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所有创业板的股指都跟疯了一样开始拼命上扬，竟然达到了100个点的高位。娘，出手！张彩霞毫不犹豫的就将所有股票抛了出去，资金回笼竟然达到了34万，不仅完成了今天的目标，还超出了整整14万的巨额利润，34万净利润33万，而这一切是仅凭1万资金就做到的结果，这让一旁的陈远明彻底傻了。儿子还真是个奇才啊！而此时的陈二狗却是阵阵眩晕，尽管他拥有着前世的记忆，但是他现在毕竟只是个婴儿，记忆成熟可躯体还十分弱小。看来我得歇息2天了，不然这条小命恐怕得就此无乎啊！远明，我们谈谈吧。彩霞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不该那么固执的坚持己见，更不该自以为是的听别人的话。难道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只是你的固执己见和自以为是吗？那还有什么？你不觉得自从我们有钱了之后，你整个人都变了吗？怎么就变了？彩霞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远明，你不觉得自己现在很浮躁吗？完全就是一个暴发户的嘴脸，认为自己都快要无所不能了。可这一切是我们的功劳吗？这都是我们儿子的杰作呀。那又怎么了？跟我浮躁又有什么关系？娘，你就别跟我爹吵了，为了这点事不值得。等他慢慢适应了，也就慢慢的改正了。算了，远明，我也不想跟你争吵，但愿今后你做事能够三思，不要再由着自己的性子盲目进行了。老婆，你们这一天竟赚了30多万，我今天也看了股市里面风险巨大，好多人都在这一天之内就倾家荡产了，所以我觉得那玩意咱们还是少接触吧。正所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，万一咱儿子一个不慎可别也血本无归了。远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咱们儿子接连几次的成功，还不能让你对他信任有加？若不是他，你能住上现在的房子？若不是他，你能买下整个西郊？行了，34万咱2一人一半，我就让你看看我有没有能力为这个家挣钱。你想都别想，我是不会让你拿着钱再给儿子制造麻烦的。我就知道你就是打心眼里还是看不起我。娘，你就给他吧，不就是17万吗？就算我爹赔光了，我也能赚回来。你可千万别因为钱的事情动了胎气，那样会影响我发育的。可是娘，我重要还是钱重要？陈二狗这句话一出口，张彩霞满肚子的怒火瞬间就被熄灭了。行，我明天一早就给你转17万，你可以拿着钱去展现你的能力让我看看。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这笔钱你要是再赔了，今后就别再跟我开口，一切就听儿子的安排吧。行，有钱有资本，我还不信我陈远明撑不起一片天。两口子不欢而散，也出现了自结婚以来的第一次分居，一人一个卧室。儿子，你说你爹真的能挣来钱吗？
娘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爹肯定能成事。还是那句话，即便他赔光了，也就当做是长记性了。经验嘛，就是在不断的失败中积累起来的。陈二狗拐着弯安慰着张彩霞。其实以他的见识和阅历，他比谁都明白，就陈远明根本没有干大事的料。儿子，娘知道你这是在宽慰我。哎，算了，就由他去吧，只是辛苦你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陈远明就迫不及待地让张彩霞给他转账了。昨晚一夜，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宏伟的蓝图。17万在这个年代已经是一笔巨额资金，他要开一个公司倒卖随身听。他爸，你可一定要认真做事，处处思考啊，万不可盲目投资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儿子，你说你爸干什么去了？估计是办理执照开公司去了吧。办公司？那他能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就不知道了，反正能干的挺多的。若是正好被我爹抓住了机会，说不定还真能大赚特赚呢。陈二狗继续安慰着张彩霞，但心底还真希望陈远明能瞎猫碰到死耗子。毕竟这个年代遍地黄金。陈远明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改头换面了，穿了一身名牌西装，一个真皮软包夹在嘎吱窝里，意气风发，走路带风。你好，想买什么东西吗？我这里有随身听，有小霸王游戏机，还有正版的流行磁带以及各类录影带。我不是来买东西的。不买东西？我也是刚刚成立了一个公司，想要做随身听的生意，所以来你这里打听一下，从哪里能进货。你怕是有病吧？打听我的进货渠道，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，拿老子开涮来了？滚！我虚心请教，你怎么骂人呢？你走不走？说着他就从柜台后面抽出了一根铁棍。陈远明哪经历过这些，二话不说掉头就走。难道是我哪句话说错了吗？陈远明思谋了半天，又举步走进了另一家店里，可想而知结果也是一样。你个不要脸的玩意，来刺探老娘的机密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油头粉面跟个抽了筋的鸭子一样，再敢来老娘门前晃荡，看老娘不掐死你！陈远明哪敢还嘴，直接落荒而逃，却没有发现他已经被两个人盯上了。我看这人就是个鳖，绝对一个好鳖。我刚才已经打听过了，他想要做随身听的生意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抹浓浓的窃喜。哟，这不是王鹏吗？听说你最近生意是做的风生水起，发大财了吧？是杨明啊，发什么大财呀？你可别抬举我了。不过就是进了一批随身听，准备搞批发而已，挣的也都是辛苦钱，不值一提。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看来我陈远明想要创业的打算，连老天也都是支持的。老婆，你就等我拿着大把银子回家吧。我陈远明并非一无是处。王鹏，哦不，应该叫王总了。你可别再谦虚了。据我听说，你现在每个月的出货量都在几十万上下呢。这个消息同学圈里可是已经传遍了。谁说的？现在的人这舌头真是嚼得稀烂，我哪有那么高的成交额？不过就是垄断了随身听在滨海的批发，每月也只能维持个温饱而已。那你今天来这里是？我来看看市场的出货量怎么样。最近我的存货也不多了，又赶上厂商涨价，我也是焦头烂额。厂商要涨价，库存不多了。这两个消息刚一冲进陈远明的耳中，他立刻就有了行动。你好，你刚才说你是做随身听批发的？这个土鳖上套了。我重生到娘胎里，还未出生就要忙着为爸妈赚钱。老爹想倒卖随身听，正好碰到一位批发老板。你好，我刚刚成立了一个公司，正想要做随身听的生意，不知你这里有没有货？我这里没货，源头涨价，我也库存不多，老客户的货我还供不应求呢，哪还有精力发展新客户？我愿意出再高一点的价格。你把我王鹏举当成什么人了？我做生意历来讲究一个信用，若是因为利益就把货都给了你，我怎么给那些老客户交代？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我出2倍的价钱收购你现在的所有库存。2倍价钱？那个王总啊，身为老同学，看我能不能为你提个建议。以咱们多年同学的关系，你但说无妨。王总，我觉得嘛，你的货谁先到谁先得，这也无可厚非。而且这位大哥还是个大客户，对你未来的帮助可不是那些散户能比的。这位兄弟说的对，我以后可是你的大客户，我们能长期合作的。你能吃下我所有的库存，而且还是2倍的价格。你的随身听还有多少库存？每一台的原价是多少？这位老兄，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王总，你能拿出多少钱来进货吧？你来拿货，重要的是得有点诚意。他的库存和底价那都属于商业机密，一旦给你报了，可你又不进货，那怎么办？我说的对吧？我能拿出17万，你就报出你的价格和数量吧，看我能不能全部吃下。17万，我的乖乖，本以为你是条大鱼，可没想到居然是条金鱼啊！我现在的库存有整整1000台，按照每台原价130，你给2倍就得20万了。可你的钱，王总，既然这位大哥诚心，而你也是诚意，那这桩生意我觉得还是不要局限于钱的多少了，主要是以促成为目的吧。行，就听我老同学的，所谓听人劝吃饱饭嘛。今天这桩生意就这么成交了，你这个朋友我王鹏局也交定了。太好了，感谢王总，感谢这位兄弟。不过我做生意有个原则，第一次必须得先打款后提货。先打款后提货？怎么，你是不信任我这位同学？那看来我这番好心撮合也是在浪费口舌了。算了，王总，你还是继续你的安排吧。我估计啊，这位老兄不是担心，而是兜里没钱吧？你说谁兜里没钱？开玩笑，我会没钱？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合作，相互之间缺少信任也是正常的。但是我们生意人的行规就是如此，彼此陌生就必须得先打款，那也是一种保障嘛。
就是啊，不然人家把货给你送去了，找尽借口要求降价，那王总岂不是亏死了？这一点连我这个外行都明白，你身为一看就是干大事的人，怎么就不明白了？自己可是干大事的人，怎么能拘泥于胡乱猜疑之中呢？更何况人家也说了这是行规，既然自己已经决定入行，那就得遵守行规才对。先打款没问题，咱们这就去银行转账吧。那两人对视的眼中浓郁的笑意都流淌了出来。很快三人就在银行办完了手续。陈总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我这就回去给你安排送货。王总，你可一定不要拖延呐！今天能帮你们促成这单生意，我也算是见证人了。回头你们可要请我吃饭啊！改天一定请，我的公司就在普坛路上128号。行，那你就在公司静候佳音吧，最晚下午6点货就能送到了。王鹏举给陈远明留了个电话，便跟杨明一起转身离去了。这桩买卖可算谈成了，虽然成本有点高，但好在这是头一笔，就算是开门红了吧。彩霞，等你知道我谈成了一笔生意，不知你会作何感想呢？下午，陈远明来到了他的办公地点，等着王鹏举的人送货来。只差3分就到6点了，怎么还不来呢？自言自语之中，细密的汗珠已经沁出了他的额头。很快6点到了，陈远明伸长脖子，也没看到有送货车的影子。不会出事的，绝对不能出事啊！陈远明不断的安慰着自己。时间慢慢的来到了晚上9点，还是不见货车的影子，着急的来到小店里拨打了王鹏举给的号码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完了，我被骗了！王八蛋，你们是不是人呢？我的钱呢？我的17万呢？整整17万呢！儿子，你爸都出去1整天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娘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爹绝对不会有事的。可是娘的心怎么就这么慌呢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远明，你回来了，今天一天你都去哪了？我今天可是忙坏了，注册公司寻找进货渠道，整整奔波了一天，脚都走麻了。那执照下来了吗？你就开始寻找货源了？还没呢，程序得走1个星期，但是总得提前把后面的事情安排好吧，不然执照一下来我却没货可卖，那不是耽误时间吗？听着陈远明头头是道的讲述，张彩霞欣慰了，丈夫能成事，这是所有妻子最为骄傲的事情。那你是准备做什么生意呢？最近流行的随身听挺不错的，我准备做随身听。随身听可是这个年代最为炙手可热的流行货了，老爹选择这个买卖也是绝对可行的，但是怎么看他好像有点不对劲呢？难道出事了？什么是随身听？是不是能挣大钱啊？哎呀，随身听嘛，就是一台体积小巧的录音机，能带在身上的那种。完了，BBQ了，绝对出事了。好了，我不问了还不行吗？我的17万呢，那都是儿子跟老婆辛辛苦苦挣来的，可自己呢，接连2天就被家里损失了整整36万，我是不是真就是个废物？儿子，你爸怎么那么奇怪呢？娘，你就别多想了，我爹估计是太累了，所以不想多说话吧。毕竟第一次做生意是很不容易的。老爹啊，但愿你只是损失了一点，不然你这条烂皮裤，我得耗费多少心力才能不断的给你缝补啊？彩霞，明天你们还要去证券中心啊？难道这是又想要钱的节奏？如果真是的话，说明他再次赔光了老本。是的，儿子说了，要让我们彻底的摆脱贫困，最少也得让家里有1000万存款吧。1000万，还是儿子厉害呀！不过我过几天可能还需要一笔钱。通过今天的摸索，我发现最近随身听的货源相当紧张，有可能会涨价，所以我想囤点货。果然又要钱了，2天36万就没了，你可别到了最后把我跟娘都给赔进去了。可是17万你是怎么弄没了的？那么大一笔钱就是扔水里也能起个水花吧？怎么就一下没了呢？不会是被骗了吧？完犊子肯定是被骗了，这可不能让娘知道了，要不然我还能不能安稳出生都是未知数。娘，让爹明天跟我们一起去吧，也好学学炒股的技巧。远明，儿子说让你明天跟我们一起去股市呢，顺便也学学炒股的技巧，你看呢？那儿子没说我还需要钱囤货的事情吗？娘，你就告诉他最近股市震荡，所以不适合做实体生意，反而由于震荡出现了许多妖股突起的异象，所以还是让他先歇歇吧，因为这是个利用股票让财富暴增的机会。行吧，既然儿子都说了实体生意现在行情不行，那我就按照儿子的意思来吧，毕竟做生意嘛，也真的不急于这一时。老爹啊，你可总算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啊，我终于有缓口气的机会了，这件事绝对不能戳穿，否则就是家庭大战的爆发。现在这个爹也终于答应消停了，我就可以全力以赴股海拼搏，明天先闹他个1000万回来再说。随着股市震荡的发生，交易中心早早就挤满了看行情的人群。我昨天一天手里的股票就变成了废纸，今天若是再没有反弹的迹象，我就倾家荡产了，那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。谁能想到这制造业的股票竟然也会暴跌成狗？赚到发了！我前些天买进了一批你们不看好的创业股，昨天竟然翻倍了。彩霞，你问问儿子，这么复杂的变化下，他有几分把握能保证稳赚不赔？娘，你告诉我爹，我有100%的把握，今天就让你们成为千万富翁。什么？今天就能成为千万富翁？这也太传奇了吧！由于过度激动，陈远明这一嗓子就没压住，直接吸引了周边无数的目光汇聚。人群里一个青年也朝这里看了过来，此人正是张彩霞的同学苏亮。哟呵，我当是谁？敢吹这么大的牛逼？今天就成为千万富翁？我说这一大清早的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呢？1天之内成为千万富翁，这小子有我当年的风范，老子当初也是这个想法。
可现在只剩下了一条裤衩的。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1000万没有几百万的投入，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产出？而且现在的情况，就算你有几百万，大概率也是血本无归。苏亮，你别得意，等会儿我会让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张彩霞却是已经朝交易区走了过去，看到张彩霞居然没理会陈远明，苏亮更加来劲了。陈远明，这样如何？你若是今天能实现1000万的目标，我手里这5万块钱的股票就是你的。若是你再吹牛逼，那你就赔给我15万。你敢跟我打赌吗？陈远明犹豫了，虽然儿子已经说过了他有100%的把握，可是万事无绝对。我就知道有些人呀，一冲动什么话都敢说，可一轮到实际立马就怂了。真不知道张彩霞看上你什么了。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张彩霞到底看上我什么了。苏亮，这个赌业我接了，老婆今天让我来吧，儿子吩咐什么我就照做什么。你行吗？你行吗？一个大男人却被自己的老婆质疑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你就是个窝囊废啊！苏亮，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我不想跟你翻脸。我们夫妻说话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娘，就让爹来吧。都是男人，陈二狗自然了解此时陈远明的内心是有多么愤怒。若是再行阻止，恐怕他得当场爆发。好吧，那就你来。不过你可一定要好好跟儿子配合，千万不要迟疑不决，甚至自我发挥呀。知道了，儿子，今天就让所有人看看我们父子齐心是个什么效果。娘，你告诉我爹，只要他全力配合，一定把那个苏亮的脸给他打成稀巴烂。儿子，好样的，你真是我的骄傲。娘，300517买进5万块，300638买进3万。很快陈二狗就已经进入了角色，指挥着一连买进了5只创业股。而此时的陈远明也还在气头上，按照老婆传递来的信息，一股脑花光了账户里所有的钱。这一幕将旁边的苏亮直接给看笑了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能懂股票这种高端的东西呢？竟然一连买进了5只已经跌到盆地的股票，你这是心灰意冷之下想要以倾家荡产的代价来报复我吗？跌到了盆地的股票，这人都买，我是脑子进水了，就纯粹是个门外的瞎逼。老婆，儿子到底行不行啊？他爸，你只管全心全意配合儿子，别听人们胡言乱语。我们昨天就是这样操作的。昨天就是这样操作的，那就稳了。那5只股票怎么出现了涨势？难道这个窝囊废出门踩了狗屎？不可能会这样巧吧？全部抛出。仅仅半分钟不到的时间，那5只股票经过了短暂停顿，又开始了一路向下瞬间探底，甚至比陈二狗买进的时候还要更低。我就说嘛，老天爷他也是长眼的，怎么可能会单独照顾你呢？看看果然又跌了吧。陈远明，你手里的股票现在成纸了，不知你是何感想啊？我在20秒之前的交易，难道你没看到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一进一出之间我就挣了30万，不知你是作何感想？怎么愣住了？是不是很惊喜？是不是很意外？是不是很无法接受？还好这只是我正常发挥。苏亮，我很期待你那5万块钱的股票啊！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这一次也就是你命好罢了。哼，我就不信你一个乡巴佬真动朝国。那要是我下次依然盈利呢？你再次盈利，你要是还能做到刚才一般，不用等到1000万的结果出来，我连这存折里的10万都一并给你。我重生到娘胎里，还未出生就要忙着为爸妈赚钱。苏亮，你说话可算数吗？要不要写个合同什么的，别到时候输不起又耍赖。这2人是不是都疯了？就为了一个股票的涨跌就下了10万块钱的赌注，那可是10万啊，大风刮来的吗？有钱人的世界咱们可真不懂啊，仅仅只为了一口气就要用10万块钱砸对方，真有脾气。若是你做不到再次盈利呢？我把刚刚挣来的30万全部给你。你要敢反悔，老子今天放不过你。那就走着瞧吧。远明，把心放肚子里，集中全力按照儿子说的做就行。娘，我们继续，300312买10万，300894买15万。很快又是一番频繁买进开始了，同样7只股票全部都是停在盆底的创业股。这人的胆子也太大了吧，40多万竟然都买的盆底股，这不是在找死吗？疯了！看来这股市已经不是寻常人能待的地方了，这里只适合疯子。就怕他最后血本无归，跟人家毁约不认啊！毕竟那可是30万。你能碰着一次死耗子，还能再次抓住头梁猫吗？真以为有了一次撞大运的经历，这股市就为你敞开了大门？陈远明，等会老子看你怎么哭！诸位乡亲，你们可得给我做个证明啊！30万不是小数目，到时候我逼他兑现，那也不能算是抢劫吧？愿赌服输，这是天经地义。尤其你们这也不算赌博，不过是约了个对赌而已。我们都可以给你作证，到时候走到哪里，这笔账也得认。今天我若是赢了，中午就在龙凤阁请这里所有的人吃饭。一时间，吃瓜群众的热情再次振奋了起来。就在此时，陈二狗买进的7只股票突然出现了震荡，紧接着一条刺眼的红线就朝上方急速蹿升了起来。最终那条红线在30个点的位置停了下来，瞬间现场一片寂静，无数道视线此刻都汇聚到了陈远明的身上。他若现在出手，可就一举获胜了。但陈远明却偏偏没动。对，你就这样撑着，千万要撑着别动啊！看啊，那7只股票开始下跌了。我就说嘛，这股市规律怎么可能破除呢？盆底股票暴涨暴跌，你若抓不住，那就只能死亡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我还以为那人这下要赢了。中午龙凤阁的饭菜要无缘了呢，看来他是自己把自己坑了。盆底股能够在高位停留1分多钟，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现象了。可那小子竟然没出手，
一看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帽啊！看到红线下落，绿线上扬，幸灾乐祸的声音充斥了整个大厅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这是背后的大户在吸引资金呢？就在人们的鼓噪之中，红线的下跌骤然停止了。我操，怎么又涨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他刚才没有抛售，难道就是在等这次的上扬吗？可是这么精准的预测，怎么可能是他一个乡巴佬能做到的？他一个土鳖竟然能把盆底股玩得这么拿捏有度。娘，让我爹立刻抛售。远明出手。张彩霞话音未落，陈远明直接就将7只股票全部抛空了，账户回收整整100万，这一下就赚取了60万的净利润。而就在陈远明拿回交易凭证的瞬间，快看呀，那7只股票又跌了。在股票下跌的前1秒钟，陈远明完成了交易。苏亮在这瞬间更是犹如丢了魂般傻在了当地，10万的现金那是他舔着脸借来的。娘，苏亮要跑。远明，苏亮要跑。站住！怎么苏总这是想要跑了吗？那你也该打个招呼再走啊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刚才我还夸他有胆魄呢，怎么转眼就输不起了？没本事还不省事学着人家对赌，什么玩意？堂堂大男人一个，事到临头却没卵了。陈远明，那我现在就跟你打个招呼，我要走了，这总行了吧？按照赌约，交出你的现金和股票。那我今天就要毁约了，你能把我如何？谁能帮我们要回钱来，我们就给谁5万。整个大厅瞬间乱套了，5万块在90年那可是巨款，一时间人们争先恐后的扑了过来。狗日的陈远明，算你狠，想要我苏亮的钱，你们做梦去吧！眼看着自己跑不掉了，苏亮急忙掏出存折和股票凭证几把就给撕成了纸屑，然后随手一扬就随风飘散了。他娘的，让老子们白忙活，兄弟们给他松松骨！一片人潮瞬间淹没了苏亮。儿子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娘，你就放心吧，钱我们是肯定要不上的，但是这顿皮肉之苦，苏亮绝对逃不过。这个苏亮早看他不爽了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好。娘，别管他了，让我爹赶紧继续操作吧，趁着人少我们再来大干几笔。别忘了我今天的目标可是1000万呢。他爸买进300641 30万，300985 35万。张彩霞就指挥着陈远明再次买进了3只股票，尽管数量少了，但是金额大了。陈二狗从现在开始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，不再全面撒网，而是重点捕捞。此时还留在大厅里的人们也跟着一起买进了一些。陈远明两口子在众人眼里已经是股神级别的存在。很快就到了中午闭市的节点，娘，全部抛售。随着陈二狗口令的下达，陈远明手里的账户瞬间变成了500万的恐怖数字，34万一个上午就以10几倍的增速完成了1半的目标。赚了，我赚钱了，跟着股神走，金戒指戴满手，这话果然不假。凡是跟着买进的人嘴角都咧到了耳根，而陈远明捏着账户的手也在微微颤抖。500万，这是他自出生以来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最大一个数字。彩霞，发财了，我们发财了，这都是靠儿子才创造的财富啊！他爸听儿子的错不了。不行，我这个当爹的也不能总依靠儿子吧，那多丢人呢。老婆，下午就由你跟儿子继续操作，我拿点钱赶紧去囤我的随身听，就不跟你们掺和了吧。娘，我爹说的也是，他的公司才刚成立，事务繁多，总跟我们待在一起也不是个事，就让他忙去吧。那给你爹拿多少钱合适呢？就拿50万让他去折腾吧，不求他能赚多少钱，能学点东西也是不错。行，50万足够了。陈远明盘算着50万买随身听，那就是5000台啊。以这么庞大的数量来拉动利润，赚回那17万来还不是轻轻松松？拿着钱，陈远明连饭都没顾上跟母子俩吃，便兴冲冲的走了。律师你好，我是证券中心的主任谭浩。你找我什么事？不好意思，有些冒昧了。你这2天的操作我们这里都有记录在案，操作能力堪称完美，因此我想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大户室，你愿意吗？儿子怎么办？娘，答应他。大户室不仅条件优越，而且操作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，你还不用挤在交易窗口一站就是1天那么辛苦了。那行吧，我这就带你上楼，先去看看环境吧。你们看到了吗？那个大肚婆被中心主任邀请上楼了。当然看到了，能上楼就代表着成了大客户，而能让中心主任亲自邀请，更是大客户里的大客户了。也对，这样的人若是都进不了大户室，那大户室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王总，你怎么看？还能怎么看？等等吧，等他下来之后，看肯不肯赏脸，一起吃个饭。这样的人，我们得努力攀上关系。若是能教我们1、2手，那可就受益无穷了。是呀，只要能教我们2手，那我们这段时间的亏空可就有办法挽救了。李总，我们也别抱太大希望，就怕人家不给面子啊。这样一个能将股票玩到出神入化的人，我们这些小人物还真高攀不起啊。儿子，这里也太上档次了吧？娘，不需要有任何的拘谨，我们能进来这里，都是给足了这个主人面子。张女士，你看这里还满意吗？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你就说出来，我立马给你安排。娘，让他安排一个服务人员吧。你身体不便需要一个助手，另外还需要增加1台电脑，以及2个会操作电脑的人员。还需要1台电脑？没问题，我这就立刻准备，保证你下午开市就全部到位。娘，咱们去吃饭吧，我估计有人要请我们共进午餐了。请我们吃饭？为什么？你现在可是股神级别的人物，一鸣惊人之后，想要巴结你的人自然就多了。此刻估计都在楼下排队等着呢。陈二狗曾经就是股神，自然也经历过被众星捧月想求教1、2的情景。其现在这个时候，多少人都在这场风暴中沉沦到了底部。
想要翻身，张彩霞无疑就是他们的希望。张女士，我们在股票方面想跟您请教一二，不知可否赏光一起吃个午饭？娘，答应他们。行，走吧。张女士，咱们中午就在龙凤阁吧，只是不知您喜欢吃什么菜。娘，你告诉他，就吃铁板青龙鱼。那就吃铁板青龙鱼吧。随着张彩霞话落，王总猛地愣了一下，回头看了一眼李总，只见他的眼中也是一片震惊。铁板青龙鱼这道菜品是王总自创的，他们好奇这个股神是怎么知道这道菜的。张女士，我们以前认识吗？或者你认识我一些亲近的朋友吗？我不认识啊。铁板青龙鱼，他们两人可以确信，整个滨海市绝对没有第二个人会做这道菜，就连这个菜品的名称他们也没见过第二个。一路之上，两人的头皮都思索到发麻了。想不通就别想了，还是先想想你这道菜怎么呈现吧。这菜龙凤阁大厨可不会做。还能怎么办？只能跟龙凤阁商议一下，出点钱我自己来做了。张女士，里面请。找了一个僻静的雅间落座之后，王总便立刻来到了后厨。哟，王总你来了，怎么不知会有一声？陈经理，是这样，今天我要招待一位重要的客人，是特别重要的那种，但是人家点了一道只有我会做的菜品，没办法，只好把你大驾请来，看能不能给行个方便，让我亲自下厨。王总，你的要求倒是不高，可是我这里有规定，为了保证绝对的饮食卫生，外人是一律不准进入厨房的。陈经理不过是一点小忙罢了，但这份人情我王庆亮记下了，这里是2000块钱，就当我王庆亮用你保地的费用吧，所有食材跟消耗你再另外计算。哎呀，王总你看看你，都是自己人，你非得要说两家话。今天你想在我的后厨，怎么造作都随你意。张女士，这是我亲自下厨给您做的，您赶快趁热尝尝。那可有劳王总了。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很好吃。不瞒张女士，整个滨海市也只有王总一个人会做这道菜，没想到您今天就特意点了出来。哦，这也太巧了吧。娘，你不必客气，更加不用束手束脚的感觉别扭，只管放开了吃就行，他们会看你眼色行事，绝对不敢笑话你的。一听儿子都这样说了，张彩霞也干脆放弃了矜持，拿起筷子吃了个不亦乐乎，把两人都惊呆了。这张女士似乎胃口也太好了。张女士，您喝口茶。你们的生意都挺不错呀，几乎垄断了整个滨海的商界贸易。小本生意罢了，倒买倒卖，说的好听一点叫做贸易，难听一点那就是买空卖空。过去称作为投机倒把，可是要被拉去踩缝纫机的。我有个建议，你们想听听吗？想。请张女士赐教。李总对于贸易的理解似乎比王总还要深刻一些，你可以继续将自己的贸易扩大，集中力量专攻进出口。至于王总，也许开全国类型的商场连锁更加适合你，因为在管理和运作方面可是你的强项。竟然一句股票没提，可带来的震撼却到了让两人忘却股票的程度。因为张彩霞说的这个建议，正是他们内心已经酝酿了1年多的规划。前脚要吃青龙鱼，那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巧合，可后脚又一口道出了他们对未来的规划。世界上哪有这样巧合的巧合？张女士，您真的确认在此之前我们没见过面？我帮你们将股票解套，但你们的所有生意我都要参股，当然不是干股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现金投资，500万如何？怎么，两位不同意吗？这种说话的口气让张彩霞十分别扭，总感觉有一种唱双簧的虚假，可没办法，她的嘴现在就是儿子的喉舌。愿意愿意，我太愿意了，这简直就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！不知张女士您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只入资金不参与管理，你们看行吗？这太行了。儿子，把钱给他们，咱们啥也不管，这合适吗？娘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这两人的人品那是绝对没问题的，而且你也不懂经营，即便参与了也只是徒劳受累，儿子怎么忍心让你奔波呢？儿子，妈一直奇怪呢，怎么这两人你好像认识他们，不然你怎么会知道他们的人品可靠？娘哎，你可忘记了你儿子是有特异功能，我看人的眼光很准的，相信我错不了，你就等着大把大把的数钱吧。我重生到娘胎里，还未出生就要忙着为爸妈赚钱，我让娘亲投资了500万，以后就能躺着数钱了。张女士，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，更感谢您的出手相助。从今以后，您就是我们两人所创公司的最大股东，不管未来公司发展到了什么程度，您也依旧是公司最具话语权的人，可以决定公司的未来走向。话语权有所保留还是必要的，其他的我还是尊重你们的决定。我也吃饱了，还得赶紧前往股市完成今天的目标呢。张女士，炒股还给自己定目标吗？不知今天打算收入多少？今天的目标1000万。张女士，您就这么有把握今天能盈利1000万？1000万很多吗？走吧，一起回去交易大厅，我也顺便帮你们看看如何解套。原来这个女人是股神啊，看来我得想办法结交一下才行。很快三人就来到了交易大厅，一起进入了大户室，而此时主任谭浩已经安排好了一切。张女士怎么样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有劳谭主任费心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都会电脑操作吧？
会的，我叫林林，他叫陆月。我们不仅可以熟练的操作电脑，还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帮您操控股票的买卖。那就开始下午的工作吧。林林，300389买进50万，300024买进70万。随着张彩霞的口述，负责1号电脑的林林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按动，可他的心也在跟随着张彩霞的话不断的起伏跌宕。他来到交易中心上班已经有2个年头了，可还从来没有见过敢一次性买进500万的盆底股，而另一台电脑前的陆月更是早已经目瞪口呆了。娘，让他给查一下王总他们所持的股票行情。王总，你把你们的股票代码给陆月说一下，让他看看行情走势。张总，他们的股票也是传统的制造业板块，在这次风暴中受到波及，已经到了跌停的边缘。他们是哪个企业的？现在抛售还能回笼多少资金？是西北冶金和成泰有限，现在抛售的话只能回笼原本80万的10%。全部出手吧，再若停留恐怕会血本无归。陈二狗毫不犹豫就让陆月直接斩仓，及时止损。股票和基金最大的差异就是无法进行补仓自救，两人也没有阻止，更加没有过多的心疼。股神已经出手了，他们绝对信任。陆月很快完成了操作。张总，我们买的10几只股票竟然跟疯了一样，正在直线上窜。众人循声看去，那台显示屏里，陈二狗刚刚买进的10几只股票，此刻竟然全线飘红，已经集体攀升到了32个点的高位，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就盈利了100多万，立刻抛售。林林又是一阵熟练的敲击之后，670万全部流进了张彩霞的账户。而此时密切关注他们这里操作的谭浩直接愣在了那里。我的妈呀，这一进一出才几分钟的时间，居然就赚了170万！这要是再进再出呢，岂不是1月之内就能成全国首富了？林林买进300213 30万，300954 80万。张彩霞在陈二狗的引导下熟练地指挥着林林，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此刻的举手投足之间，竟然隐隐的具有了顶定乾坤的气势。670万井然有序地从账户里划了出去。果然是股神风范啊！单就这份从容不迫，就不是那些散户可以比拟的存在。将300213抛售，再买进300824。抛售300954。谭浩还在这里心潮跌宕，而张彩霞却已经开始了频繁的更迭交易。有了电脑的辅助，陈二狗已经将股指巅峰掌握到了毫厘之差。随着林林熟练的操作，张彩霞账户里的资金在不断上涨，又被急剧掏空，但每一次的回笼都是一个刷新了3观的数字。这还是人吗？怎么连一次微小的失误都不存在？就好像这股市是他们家的，他是在跟自己做游戏一般。整个大户室里早已经鸦雀无声，有的只是张彩霞的指令，还有林林敲击键盘的声音。很快1个小时过去了，全部抛售。当张彩霞最后一道指令发出之后，账户里瞬间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撼的数字，不多不少，刚好1000万。说千万就千万，居然连零头都没有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张女士，我真想问一下，你为何不一次性只买1只股票呢？那样一来，不早就达到1000万，甚至早已经超越1000万了吗？这个嘛，只是我的一种习惯，就为了不断刺激我的思维，让它随时保持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，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精准的研判，不至于出现任何疏漏。张彩霞按照陈二狗的交代解释了一番，乍一听这番话绝对在理，可实际上他干的就是从庄家嘴里叼肉的买卖，不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一个股票上，就是为了不引起庄家的怀疑，进而让人家对自己展开攻击。原来是这样，高人就是高人啊！现在距离闭市还有半个多小时，我来将你们的80万拔回来吧。陆月300712买进2万，300813买进1万5。陈二狗便按照股票的潜力安排完了资金，潜力大的就少投一些，潜力小的就多投一些，这样是为了拉平战绩，利于计算。陆月一阵娴熟的敲击声后，5只股票已经完成了交易，接下来就是照常的等待时间。林林，你替我打一份投资金额500万的合同出来，内容以合作的形式进行投资，且保留最终的决定权。1000万的目标已经完成，可以跟王清亮他们签订投资协议了，还剩500万，下次足够用。而且陈二狗也已经再次定下了目标2500万。抛售300712买进300627，抛售300813买进300256。一心多用且还有条不紊，这个女人怎么就这么厉害呢？以前在滨海市怎么就没有这号人物呢？10分钟之后，林林的协议打完了，而陆月的最后一笔交易也完成了。8万本金此时入账已经达到了96万，10分钟赚了88万，多余的就当是我们成功合作，我送给2位的贺礼吧。张女士，您这让我们如何感谢是好啊？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，咱们今后可是合作伙伴，只要你们能恪守己心，不起贪婪，我保证你们的生意做到最大，跻身夏国顶层。这一番说辞让他浑身难受，只想要快点结束今天的一切，赶紧回家。他此时也明白了，生意场根本不适合自己这种谨小慎微的人，动辄几百万的投资，儿子居然跟花了几毛钱一样，他可承受不了。儿子，妈怎么感觉你明明还没有出生呢，可做起事来却比一个大人还要成熟老练呢？娘，你儿子我天赋异禀，难道你不高兴吗？当然高兴了，儿子还没出生就这么优秀，哪一个做父母的能不高兴呢？另一边，陈远明的生意似乎也十分顺利，他又找到了一个搞随身听批发的商家，叫万全商贸公司。这一次人家有正规的办公场所，有正规的营业执照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我重生到娘胎里，还未出生就要忙着为爸妈赚钱，
我想要一批随身听，不知你要进多大数量的货？如果价钱合适的话，想进5000台。5000台，陈总5000台没问题。我们正好在昨天晚上刚到了一批货，6000台你要是都能吃下的话，我还可以在价格上给你优惠，一台130如何？一台130，你这行情不对吧？批发价不是110台吗？怎么你是看我像个新手想要宰个是吧？奶奶的，你还真以为我不知道行情就想要按下黑手啊？怎么老子的脸上刻着好骗2个字吗？前脚被人骗，后脚又想宰，我还没到脑子不灵的地步吧？陈总息怒，你说的110台也的确是对的，但那已经是前天的价格老黄历了。现在随身听全国热销价格那是天天看涨，已经到了一台150的地步，就这都还没货。这6000台也是我们从厂家托了关系才闹回来的。涨价了？前天那2个骗子不就说随身听要涨价？一般来说，骗子想要成功，那也得深谙其道才行。事实是假的，可消息绝对是真的。130一台，我吃不下那么多呀。我们主做批发，所以就想要跟大客户打交道，一来省事，二来资金流动也快，能立马进下一批货。陈远明看了一眼严经理，他被大客户这3个字和严经理消失的热情给刺激到了，曾经的自卑又一次占据了心里。难道我不像大客户？奶奶的，你还看不起人呢？不行，我还就要当这个大客户了。严经理，价格还能商量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是公司定价，我已经在权限范围之内给予了你最大优惠了。那我能看看你们的货吗？验货，那当然没问题了。看到陈远明有继续的意思了，严经理的热情立马又上来了，就亲自带着陈远明朝库房走去。陈总，你可以看看，这一箱里面装着20台，一共是300箱。陈远明不放心走上去打开一个箱子，果然有货，然后又拍了拍在高处的箱子，听声音也是满满当当。严总，那就按照你说的价格，我现在就回去筹钱吧。陈总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们做生意的虽然讲究先来后到，但那指的是钱而不是人。若是在你筹钱的档口，别人拿着钱来进货了，我们可就立马成交，不再等你了。这一点我必须得是先给你声明。严总，你看这样如何？我先给你打1半的定金，明天一早再给你结算尾款，然后拉货。行啊，有了定金就代表有了协议，但是我还得声明一点，你若是在规定时间拿不来尾款，我们可就要撤销协议且不退还定金了。毕竟你也知道做生意嘛，时间就是金钱。都是生意人，我自然知道这些。那就按你说的办，打个收条，我给你转款吧。很快2人完成了交易手续，看着他的背影，严经理眼中的笑意倾泻而出。陈远明拿着收条离开了万全商贸，洋溢着兴奋的笑容，吹着嘹亮的口哨，一路朝家里走去。买卖可算是做成了，按照市场价计算，这6000台卖完之后就可以净赚50万，自己也终于可以为家里盈利为改善生活出一把子力了。男人嘛，那就得能扛起家庭，就得能遮风挡雨，总让老婆孩子冲锋陷阵，可不是我陈远明的性格。越想陈远明就越是得意，越想他就越是开心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远明怎么样？今天的生意谈得如何？一帆风顺，我不仅找到了一个大货源，而且还得到了最低价呢。一帆风顺？你一个新手竟然能够做到一帆风顺？要知道太过顺利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巨大的坎坷。娘，你问问我爹他看到货了吗？看到了，我还亲自检验过呢。300箱一共6000台随身听都是如假包换，而且人家可是正规的公司，有正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执照。为了体现自己的精明，陈远明事无巨细地讲解了一遍。陈二狗也稍稍放了点心，他没有亲临现场，但是听这一说似乎也没什么漏洞。娘，我爹肯定又需要钱了。他爸，你是不是资金不够啊？儿子今天可给咱们赚回来了1000万呢。1000万，儿子可真厉害。是啊，彩霞，我还需要28万的货款。行，我明天一早就给你转过去。丈夫能挣钱了，不管多少都是进步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这陈远明是天天上一当，那是当当不一样。前面等待他的又是一个无底深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夫妻俩就来到了银行。远明，28万够不够？要不再拿点作为预备也好，让自己宽松一些。万一请人吃个饭啥的，不得捉襟见肘啊。那就给我30万吧，足够了。转完账后，张彩霞径直回家了。陈二狗昨天累了一天，需要休养，他也挺着个大肚子不方便，就没跟着陈远明去。陈远明很快来到了万全商贸。严经理，我来给你结算尾款了。陈总可真是个守时守信的人啊！经验告诉我，你这样的人做生意那都是前途无限的，不像有些客户交了定金之后，就是找尽了各种理由反悔。听到严经理前途无限4个字，陈远明心里已经乐开了花。很快2人便将尾款办理完毕了。严经理，我们是不是该签个合同啊？陈总，看你的样子可不是个新手啊，怎么还这么放不开呢？做大生意的人都是不会拘泥于这些小节的，更何况我们做的还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，这是库房的钥匙，现在起就是你的了。的确，自己已经拿到了钥匙，货都是自己的了，还签什么合同？何况人家不是说了，做大生意的人都是不拘小节，自己可不能被人看扁了。对了，今天我们的库管请假了，还没办法跟你办理交接，这个实在不好意思啊。你若是不放心，可以先换把锁。没问题，锁都换成自己的了，那就更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何况人家的公司就在这里，还能跑了不成？陈远明在换了锁头之后，便搭车往自己的公司返去。我是不是也该雇一个助手来干这些琐事呢？
还有得找几个推销人员，还得要把公司再布置一下，既适合办公又得适合销售才行。事情还有一大堆呀，不过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头，后面的事情也就好办了。出租车里，陈远明哼着小曲，拍打着自己的膝盖，神态那叫一个惬意，脑子里更是开始盘算起了公司未来的蓝图。这位兄弟，瞧你意气风发，是做成了大生意了吧？我怎么没想到？对呀，我是不是也该买辆车了？那样跑起生意来不也更加有派头啊？我重生到娘胎里，还未出生就要忙着为爸妈赚钱。陈远明想到了买车，立马就心动。忙完公司的事情，就急忙来到了车店。先生，想选一辆什么样子、什么价位的车？就看看轿车吧。你们这里最便宜的是多少钱？先生，我们这里最便宜的也得要25万。先生，你先看看我，还有事去忙了。怎么，你是不想卖吗？我很想卖啊，可你买得起吗？我当然买得起了，最便宜的25万是吧？我还就不要最便宜的了，有没有50万这个档次的？50万的，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在想心事，所以有些怠慢了。您看这辆车满不满意？毕竟是做销售的美女，很快就调整了自己，不仅态度瞬间升温了，而且走上前来一把拉住了陈远明的手，一股温香软玉的感觉从手心直接传到了心底。陈远明双眼瞬间发直，整个人也彻底懵逼了。他毕竟才20好几的岁数，又加上张彩霞怀孕已久。先生，你感觉这辆车怎么样？对着一辆顶配轿车，美女销售卖力的介绍了老半天，这才发现眼前这人居然词蹦蹦的，压根就没在听他说话。可以。那先生，我们现在就去整理合同吧。整理合同？我没钱。办完货款，他仅剩了2万。自己今天的目的就是先来看看的。没钱，你来干嘛来了？调侃姑奶奶还占小便宜？你这个流氓土鳖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随着美女销售越来越激烈的咒骂，整个店的工作人员都跑了过来。一番了解之后，众人也都恼了，将他送到派出所去。这种人渣就该让他进去坐几天才行。跑到这里调戏女孩，怎么这也是个流氓罪？陈远明吓得脸都绿了，浑身大汗淋漓，止不住的颤抖。他哪经历过这种阵仗？流氓罪那可是要坐牢的。各位，我真是来买车的。你还想拿姑奶奶开涮是吗？臭流氓！我真是来买车的呀。别听他的，他就是个流氓，哪来的钱？报警把他抓起来。这是我的定金，我今天真是来看车的。这位先生，对不起，这个事情都是误会。我是这家专卖店的销售领班，您这钱真的是准备用作定金的吗？的确就是误会，我这2万块钱就是要做定金的，只是还在衡量我该买一辆什么价位的。可是先生，我们这50万的车，即便只交定金，那也得1/3啊，你这点钱不够啊。我这就给我老婆打电话，让她给我送钱来。那你现在就把这2万交了，然后再给家里打电话，让他们来付剩余的定金吧。不过你别到时候又反悔啊，我们这里可都是证人，都能证明你耍流氓了。陈远明赶忙将2万交给了领班，去给张彩霞打了电话。很快张彩霞就急匆匆地打了过来，看到陈远明脸上的巴掌印，心急了起来。远明，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娘，他肯定又是想要装阔，结果却因为没钱而引发了误会。不管如何，那也不能打人吧？这件事情我要追究。算了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本来是想买车，提高一下咱们的生活质量来着，人家给我介绍车的过程里产生了一些误会。那也不能打人啊。看在你是我爹的面子上，我就再给你结个尾。我爹个爹啊，你可要长记性啊，不然我这个儿子要老是给你擦屁股了。娘，就不要追究事情的对错了。好在我爹没有大碍，让他吃点亏丢脸，以后他也就不敢再到处去装了。一听儿子说话了，张彩霞的怒火顿时就消了一半，是该让这个膨胀的老公丢人受罪了。看在我儿子的面上，今天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。远明，咱们走。这位女士还请留步。这位女士，您不要误会，是您先生已经看中了一辆车，而且也交了2万定金。我是想要提醒您一下，若是你们就这样离开了，定金是不退的。都交定金了，怎么不先跟我们商量商量？要买车呢，也要先问问儿子啊。娘，你就别再生气了，爹想买车不也是为了咱家吗？其实我也早想给你买了，你怀着我还要跟我东奔西跑，没有自己的车也的确太多劳累。那就买了吧。买吧。我丈夫看的车多少钱？您丈夫看的是一辆50万的轿车，所以除了那2万之外，还得补缴15万定金，而且整车的尾款也不得超过1个月，就必须得支付提车了。还差15万是吧？我这就给你们转账。娘，不用再交定金那么麻烦了，我们现在就付全款。儿子，你爸还不会开车呢，我们付了全款也开不走啊。开不走就不开，先放着，就让他们给看着，哪怕出现了一点点划痕，我都要他们赔偿。张彩霞一听明白了，儿子这是看他爹受了委屈，要给他爹出这口恶气。这辆车放在这里不开，你们就得像伺候爷爷一样奉若珍宝。我改主意了，我要付全款，但暂时不提车。这位女士，你确定要付全款，还不马上开走？我确定。娘，再买一辆，我们现在开走。儿子，可我们都不会开呀，怎么能开走呢？再说了，还是留着钱给你干正事吧。娘，钱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，至于开车嘛，我们现场雇个司机就行。娘，你就不要犹豫了，反正我也是打算给你和爹一人买一辆的，现在正好那辆放着等爹有了驾照再开，这辆你就先用着，也省去了劳顿之苦。那就再买一辆便宜点的吧。你这里最便宜的车多少钱？我再买一辆。
这位女士，我们这里最便宜的也得25万，你确定还要再买一辆吗？是的，再买一辆。你们这里谁会开车？我每月支付1500的工资，谁愿意来给我当司机？我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有驾照。娘，就你面前这个青年吧，看面相是个挺老实的后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在哪里？我叫刘磊，家在登城市的乡下，刚来这里才不到1个月。行，那就是你了，办手续吧，我这就打款。领班哪敢怠慢，这可真是个财神爷啊！他麻溜的给办完手续。刘磊，我们走吧。娘，你问问我爹那辆车是谁给介绍的？我丈夫那辆车是谁给介绍的？一听这话，美女销售的俏脸顿时白了。难道这是要跟自己秋后算账了？若是真的，恐怕饭碗不保啊！得罪了这么大的一个客户，哪个公司敢用这种销售？是我，是你。穿着打扮如此妖艳，这件事情看来还真不是我爹的错了。娘，你问一下我们那辆车，他们准备如何保养？我那辆车暂时不提，那你们要如何养护呢？毕竟那已经是我的东西，放在这里你们就得精心看护，对吧？张女士，您尽管放心，我们会派专人对你的爱车进行打理，等你前来提车的时候，保你100个满意。娘，走吧。领班，你什么你？你若是还想在这里干，就把这辆车伺候得好好的，不然我扣你工资。老婆，这坐在自家的轿车里的感觉就是好啊。那还不是托了儿子的福？远明，你今后可不要再那么虚荣，总是给儿子添麻烦了。哎呀，知道了，啰里啰嗦的。娘，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吧，不然就是个吵架了。你问点我爹高兴的事情，比如今天的生意怎么样，货拉回来了吗？我想一定顺利吧，不然也不会高兴到要去买车的地步。远明，你今天不是要去拉货吗？怎么样，拉回去了没有？没呢，人家严经理说了，今天他们的库管刚好请假不在，得明天才能办交接，而且为了让我放心，还让我把库房的门锁都换了。陈远明依旧头也没抬，但语气却是有了好转。可陈二狗一听此话，小心脏就是剧烈一颤。库管今天请假了，怎么会这样巧呢？娘，爹在哪个公司进的货？反正我们也有车了，不如就去转转，顺便兜兜风。兜风太好了。刘磊去太平街12号万全商贸公司。轿车卷起一股凉风，就消失在了道路尽头。很快太平街12号就到了，但是陈远明却傻了，他站在原地看着眼前空荡荡的大厅，眼中是一片迷茫。远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相信，他们可是正规公司，有营业执照的呀。儿子，你爹会不会又被骗了？娘，你先别急，咱们跟着爹再去看看。很快一家人就来到了仓库，陈远明3两下就打开了门锁，随着哗啦一声，大门打开。我就说嘛，这家公司是正规公司，是有营业执照的，怎么可能骗人呢？看见了吗？货还都在，一定是人家突然发生了急事，又没来得及通知我，所以这才先撤了的。库房里300箱货还满满当当的堆放着，看着那一摞摞纸箱子，陈远明就像是看到了久别的亲人，热泪盈眶。货还在，人不在了，又有什么关系？老婆，你看咱们的货还在，一点都没损失。这里都是随身听吗？远明，你打开来看看，不会是空纸壳子吧？张彩霞哪有那么容易相信？整个公司都不在了，还会把货给你留下？我昨天就已经验过货了，箱箱都是满满当当。你不信，我现在就再让你看看。说着，陈远明几步上前，打开了一个纸箱，果然里面露出了一箱子的随身听。儿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人家公司都跑了，怎么还会给你爹留下货呢？具体怎么回事，我暂时也不知道。娘，你让爹拿出来一个随身听看看，万一只有气表却无机芯，还是空壳子呢？可当陈远明拿出来一个之后，一家人都愣了。功能完好无缺，只要我的货在那，就一切 OK。彩霞这批货卖出去之后，我们可以进账50万的纯利润呢。陈二狗的脑子却已经开始了飞速运转，他完全可以确定这绝对不正常。脑筋开动之下，他开始回忆起了这个年代经常出现的商业案件。公司跑了，货还在？怎么可能货还在呢？难道……突然，一股凉气瞬间漫上了陈二狗心头。可还没等他开口，一阵凄厉的警笛声就在耳边响起。远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怎么突然就来警察了呢？完了，看来果然被我猜中，这次的事情怕是大条了。爹呀，你就不能省点是吗？你是陈远明吗？我是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？这批货是我丈夫买下来的呀，我们可是掏了钱的。去了你们就知道了，来人带走。儿子，你爹他怎么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不出意外的话已经出意外了，我爹怕是买上走私货了。这么巨大的数额，这次的事情小不了。走私货？那不是在犯罪吗？娘，你可一定要挺住，爹出事了还需要你去处理呢，毕竟他也是受害者，就算追究也不该有太大责任的。我们也去警局看看吧。张彩霞坐上车就直奔警察局去。此时警局审讯室里正在审讯严经理。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跟什么人接的头？我是通过一个沿海城市的朋友帮我联系的走私货船，每个星期4的晚上8点在近海码头交接货物。你已经接了多少批货，价值多少钱？流入市场的又有多少？我总共才接了3批货，这次是最大的一批，总价值98万，流入市场的有2000台。买你这批货的陈远明，事先知道你卖的是走私货吗？这个吗？严经理眼珠子一阵乱转，脑子里已经开始了思谋。若是说他不知情，那自己不仅有贩卖走私的罪责，恐怕还得要加一条诈骗罪了。
那个陈远明事先是知道的，而且他还说了要我的走私货为的就是多赚钱，因此他才能下大血本一口就吃下了6000台。陈远明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吧？我知道。那就说说吧，你是怎么跟严文礼同流合污的？过程越详细越好。同流合污？我没跟他同流合污啊，更没有跟他做走私生意。我进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那是走私货呀。严文礼已经交代你在知情的情况下主动购买的走私货。陈远明看你的样子倒是挺老实的，可没想到却是个奸诈之徒，还想要抵死不认顽抗到底吗？警官同志，我是真的不知道那都是走私货呀，若是知道就是白送我也不敢要呀。我就给你个自证清白的机会，拿出你不知情的证据，我们绝对能还你个清白。我有给严文礼打款的银行记录，我还有他给我打的收条。78万却早无疑好大的一笔数字啊！陈远明这2条佐证不仅无法证明你没有参与走私，反而提供了你跟他之间违法往来的交易数额，也彻底坐实了你们建立了供需关系的事实。他是你的上线吧？警官同志，我真的是冤枉的呀！你们能不能好好的调查调查，看看我的出身来历就知道，我可不是那样的人呀！这个家伙都吓尿了，难道他真的不是同犯？既然你说是不知情的正常交易，那你应该跟他签了合同吧？你赶紧拿出来，就可以从侧面证明你的清白。合同？警官同志，我没有合同，是他当时骗了我说什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根本没必要签合同。而我也是第一次做生意，连带这次我都被骗2次了。我要真是个做走私的，又怎么会被骗呢？你还有一次被骗的经历，来赶紧说说具体情由。听着陈远明的讲述，帽子叔叔心里已经有眉目，便拿出一张照片来。你看看是这2个人吗？是的，就是他们，一个叫王鹏举，一个叫杨明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他们就是化成灰我也能认得出来。这是2个惯犯流窜作案，不过现在已经在南湖省被抓获了。我们今天才接到了协查通知，要求协助收集他们在这里的诈骗证据。看来你是有救了。那简直太好了，我真的是受害者呀！你先在这里待着，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，我这就去进行协查，看看你说的属不属实。不过你也得有思想准备，毕竟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出发，不能因为一个案子就对另一个案子妄下定论。拿不出有关本案的证据来，你就依然还是怀疑对象。我冤不冤呢？我就想好好的做个生意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王队长，我丈夫怎么样了？你们可一定要查清楚，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啊。他是不是好人的证据说了算，现在他连份合同也没有，致使这个案子难度增大了不少。不过你也不要太着急，我们肯定不会冤枉好人的。儿子，你爸不会有事吧？娘，放心吧，真的假不了，但估计得损失一大笔钱了。警官也说了，你爸连合同都没签，怎么才能说清楚呢？娘，我想我爹被骗肯定不是这一次了，只要他能主动交代上次的经历，或许就能洗清自己。我爹对你隐瞒了一些事情，上次那17万估计也被人骗了。陈远明呀，陈远明，我看你就干脆去坐牢别出来了，气死老娘了，他爱死爱活问我都不管了。娘，你可不能走啊，不就是赔点钱的事情吗？我想老爹这次绝对长记性了，今后你1分钱都别给他，他不就安生了吗？你是陈远明的妻子吧？我是。陈远明在3天之前也有过一次被骗经历，而且我们也通过他的户籍所在调查了他的过往一切，综合评判他应该是受到了蛊惑，才被套进了这场交易的。王队长真是太感谢你了，那我丈夫是不是就可以走了？还不能走，虽然鉴于他的一贯表现，我们可以判断他是无意之间被卷入的，但终究缺乏有力证据，所以还处在被怀疑阶段。那该怎么处理啊？罚没所有走私货品，按照规定处罚交易额同等的罚金，另外还得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，以保证他能随叫随到不消失。所以你看，娘，你问问，总共100万够吗？现在可不是算账的时候，不就是钱吗？只要钱能解决的事，那都不叫事。你爹已经损失那么多了，你还要给他再填100万？我看就让他进去待几天吧。娘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若是我们真的不管，爹这事可不是几天牢狱就能解决的。我马上就要出生了，我不想一出生就被扣上罪犯儿子的帽子啊！王队长，我们再交100万够吗？够了。坐在回家的车里，一家人沉默无语。张彩霞的气还没有消，而陈远明则是羞愧难当，一直都低着头像个犯了错误的学生。远明，从今以后你把家里照顾好就行了，我不会再给你1分钱。3天时间你就丢出去270万，儿子再能赚也不够你丢的。娘，你就不要再埋怨爹了，你看他的样子绝对已经从内心反省了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正是你希望的结果。其实我还挺庆幸的呢，要是将来自己的商业帝国建立之后，这个爹再出这样的事情，那可就不是几百万能解决的了，闹不好整个帝国都得给他整大锅了。所以花小钱买教训还是值得的。也对，若是等你的钱再挣多一点，你爹还不定会捅出多大篓子呢。第二天一早，母子俩又来到了交易中心。今天这里已经围满了人。快看，股神来了！终于来了，我已经足足等了1天1夜，可算是来了。这么年轻，竟然就有了神鬼莫测的炒股技能，人家是不是打娘胎里就开始学习了？张彩霞刚从车里下来，整个大厅门前就立马轰动了，人山人海，比往日明显多了数倍有余。
都是在听说了张彩霞的战绩之后，慕名前来想要跟着赚点钱的。张股神，您能带着我们挣点钱吗？我们这些人都是国营厂的下岗工人，没了工作也没了收入。大姐，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，但毕竟股市有风险，你们也不能盲目跟从。若是稍有闪失造成了你们的亏损，我可承担不起啊。张股神，我们都听说了，你绝对能做到一分不赔，你就发善心，帮帮我们吧。是啊，张股神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娘，不用为难了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想要为他们做点事情，那就让他们把钱集中起来，由你一手操持吧。赔了钱算咱们的。这样风险会不会太大了？娘，你尽管放心吧，儿子有100%的把握能让他们都挣钱。大姐，你看这样如何？如果你们相信我，那就把你们的钱集中起来，我来具体操作。若是不相信我，那就算了吧，帮你们我也是有心无力。我相信你，这里是5000块钱，我们家现在的全部家当就交给你了。我也相信你，我这里有3000，我也有5000，我就交给你了。100多号人争先恐后蜂拥而来，这一幕让张彩霞震惊了。大姐，帮我统计一下每个人投入的资金，今天如果赔了，算我张彩霞的。股神高风亮节，真是有钱不忘本，感谢张股神。这个世道有钱还能想着别人的不多了，张股神，你就是我们的神。一声声赞美瞬间溢满了全场，让张彩霞本就喜悦的心情兴奋到了极点。原来能够帮助别人居然也是一种快乐。很快张彩霞的手里就汇聚了40多万，钱不多，但却都是每家每户全部的家底。林林、陆月，今天你们俩一起同时运作吧。林林300543买进15万，300764买进20万。陆月300987买进35万，300845买进30万。张彩霞一连串的数字不断吐出，整个大户室里就响起了键盘密集的敲击声。陆月把300563抛了，林林再买进300631。抛售300764，抛售300543。陈二狗指挥着张彩霞左右开工，玲玲和陆月忙得不可开交。今天的陈二狗不光要拔回昨天的损失，还担负了下岗工人的希望。他的目标是2000万，但不包括那些下岗工人的份额。他准备让那40万在这一个上午就变成800万。这些人最少的投入3000块，翻20倍就可以拿到6万。在这个年代，足以可以做点小买卖，来支撑起一家老小的生活了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整个一上午，大户室里都只有2个声音。张彩霞的指令和俩丫头的键盘声。很快5时将近，也到了上午闭市的时间，全部抛售。张彩霞也疲倦地下达了最后一个指令。这种高频率的操作没有片刻休闲的时间，尽管都是来自于陈二狗的分析和计算，但仅仅就是传递个信息也足够让他神经紧张、头昏眼花。这也太恐怖了吧！我这里居然达到了1500万，我这里竟然也回笼了800万。看着屏幕上的数字，林林和陆月的惊叹几乎异口同声地道了出来。总投资不过270万，仅仅一个上午就回笼到了2300万。这哪是在炒股，这就是在抢钱。娘，累了吧？您先休息一下，喝口水，然后就去给那些人分钱吧。中午稍稍休息一会儿，我们今天能早点回家。儿子，娘没事，只要能给那些人交代了，娘就高兴。不过该给那些人分多少钱呢？娘，他们的集资款总盈利800万，就给他们全部拿去吧。800万全都分出去。娘，你不是想帮他们吗？那就好人做到底，给他们本钱，让他们都能自食其力吧。我在娘胎里做股神，1天时间帮娘亲赚了2000万。股神出来了。张股神怎么样？赚钱了吗？赚钱了，大家都赚钱了。太好了，股神果然就是股神。张股神，太感谢你了。张股神，感谢你。我们派几个代表请你吃个午饭吧。感谢大家的好意，饭我就不吃了。现在给大家把钱分了，今后你们就别再来这里了。股市多凶险，还是回去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吧。张股神，不管挣多挣少，大家也都是感谢你的，这份情我们都记住了。我之所以让你们现在分钱，是因为你们赚的钱已经足够你们从此自力更生了。你们的集资款一共是40万，现在它已经翻了20倍。翻了20倍？你的意思是我的5000块钱现在成10万了？难道我的3000也已经变成6万了吗？股神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真的翻了20倍？现在就给大家把钱分了，今后你们就别再来这里了。娘，咱们最多再来几天，就得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为什么？不是进行的挺顺利吗？难道股市要有波动了？我们最近的收益太高了，恐怕已经引来了他人注意。何况创业股就那么几十个，我已经快要轮完一遍了。再等几天，等我实现了5000万的目标，我们就退出股市。5000万，儿子差不多就行了，可别带来啥麻烦了。娘，我说的引起他人注意，是指的股市背后的那些大庄家，而不是别的什么。你就放心吧，儿子不会胡闹的。制造业带来的股市震荡已接近了尾声，捞钱的最佳时机也开始逐渐消退。陈二狗是想要利用最后的时间，为自己打造好出生之后的帝国基础。终于在第5天闭市的时候，陈二狗完成了自己的计划，5000万收入囊中。但这消息娘俩意见一致，并没有告诉陈远明。娘，咱们现在的房子有点小了，而且你现在身体越来越不方便，我想要换一个大点的别墅，另外再给你雇几个保姆。娘没事，祖祖辈辈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？
没必要浪费钱，还是留着等你出生之后干正事吧。娘，挣钱为了啥？不就是为了生活条件能更好一点吗？这件事就听儿子的吧。陈二狗一锤定音，一家人便又开始在滨海市区寻找起了房源。第一选择便是温华水岸，这个小区在当时是滨海有名的富人区。老婆，我们真的要在这里买房吗？这是儿子的意思，他怕我这个当娘的受累，还要给雇几个保姆。陈远明脸上划过了一抹尴尬，四处溜达着，再没吭声。自从2次被骗之后，他自己也感觉到了在家里的地位直线下降，所以还是老实点好。这套别墅总价多少？1平米8000块，上下2层，总共是460平，总价368万。368万，我的个乖乖，300多万都够再买2个西郊了。先生，这里可是整个滨海的地标式住宅区，如果你们能一次性付款的话，还可以减免零头，360万就能入手了。360万地标式住宅区，光这2个概念就足以显示这里的不同凡响了。一想到自己今后也能在这里昂首阔步，陈远明立马就看向了老婆彩霞，我看可以，这里就是身份的象征，以后我们儿子一出生就是富贵人家了。儿子，你看呢？娘，既然你也看中了，我爹也挺满意，那就买了吧，300多万不贵。那就定了吧，我们付全款。又经过了一天忙碌，他们就从刚买不久的新居再次搬进了豪华大别墅。这大别墅住着就是不一样啊！躺在宽阔的沙发里，陈远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惬意，家大业大的感觉也瞬间充斥了他的整个身体。不说别的，光保姆就雇了5个。张彩霞也十分高兴，看着眼前天差地别的生活，又一次因为儿子感到了骄傲。一家人喜气洋洋，都在新房中适应着新的生活。而此时潭源市的乡下，姐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远明他们现在可有钱了。陈远明的二舅彭凯岩此时正在跟一个年约50的妇女聊着天，这个妇女正是陈远明还在乡下的母亲彭凯丽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半月前我还接到远明来信，说彩霞因为怀孕暂时休息了，2个人现在收入减半，都不知道生产孩子的钱够不够呢。姐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我前2天才从滨海市回来，亲眼所见他们住进了崭新的大楼房，而且手里还有100多万存款呢。凯岩，你这话可不许乱说，让别人听到了还不得笑话我们白日做梦。100多万你就是把远明卖了，他也不值那么多钱。姐，他们买了彩票中了大奖，我原以为你应该是知道的，可现在看来他们是没告诉你呀，一定是他那个媳妇不愿意把你接到城里吧。凯岩，他们真的搬进大楼房了吗？搬进大楼房却还把老娘扔在乡下住土房，你看老娘敢不敢进城把你们的房给拆了？嘿嘿嘿，张彩霞呀张彩霞，我让你不给我借钱，你看我这把火烧不烧得死你就完了。为了增加这把火的温度，彭凯岩直接将他当初看的那张报纸拿了出来。姐，我说他们有100万，都是怕你接受不了呢，你自己看看大楼房又算得了什么？还真是如此，居然一下子就中了200万，好啊，可真是我的好大儿呀！有了媳妇忘了娘，你爹死得早，你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现在你的日子好过了，却一声不吭。姐，你哭什么？远明发财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发财了的确是好事，可就怕有些人发了财却脏了心。谁说不是啊？我也是看到了报纸才去滨海市的，一来是替他们感到高兴，终于脱贫致富了，二来不还是为了小伟的婚事差点钱吗？哪知他们不仅没给我借，还差点把我送进警察局呢。把亲舅舅给送进警察局？凯岩，你现在就跟我去一趟滨海市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敢不敢将我这个老太婆拒之门外，敢不敢也把我送进警察局？姐，我知道你就是个忍不住的性格，所以来的时候就已经给你买好车票了。说实话，这件事情你弟弟我也看不过眼，这回就陪你走这一趟了。走，立马就走。姐，等等我。很快，彭凯丽和彭凯岩姐弟俩就来到了火车站，而此时彭凯岩的老婆刘继红和他的儿子陈伟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了。姐呀，好久不见，你可想死我了？你们这是？姐，不是要去滨海市看望远明2口子吗？我这个做舅妈的怎么能不露面呢？小伟也说了，表哥他们发达了，那必须得亲自上门祝贺，所以就干脆一起去吧。是啊，姑姑，怎么说咱们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儿的亲戚呢。我表哥发达了也不会看着我娶不起媳妇的，您说对吗？小伟，你放心吧，只要你表哥有钱，那就等于是你有钱了，不就娶个媳妇吗？让你表哥给你掏钱办了。彭凯丽腰杆一挺，大包大揽，几十年了还从来没有过这么扬眉吐气的时候。彭凯岩和刘继红2人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欣喜之色。可是我听说我表嫂不愿意啊。不愿意？他敢不愿意，我就立刻让儿子休妻。买彩票中大奖，那也是我儿子的福气，他一个乡下女人哪有这么好的命？老婆，今天你跟儿子不去股市吗？儿子说了股市即将震荡，所以得见好就收，待会我想出去走走。我陪你去。彭凯丽他们经过了一夜半天的颠簸，也终于踏上了滨海市的土地。彭凯岩带着几人到了他上次来过的楼房。你们是房东的亲戚？
张彩霞这套房子已经出租了，他们已经搬到了滨海最高级的别墅区温华水岸。这位小同志，你说的那个温华水岸高级到了什么地步？那里不仅依山傍水，环境优雅，更是顶级富人才能买得起的地方。四人慌忙转身打了辆车，直奔温华水岸。很快，出租车就来到了一片风景秀丽的地方。乖乖，这里就是温华水岸了吗？果然是有钱人住的地方，就是与众不同啊！这环境这位置，没有180万肯定买不起吧？这里可真气派呀！远明真有出息，打小我就看好他将来必成大器。那还等什么？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对不起，请留步，这里不允许参观，更不允许外人靠近。我们可不是来参观的，我们是这里的住户。赶快离开，不然小心将你们抓起来送派出所。抓起来？你抓一个试试，看我儿子找不找你们算账。我们这里住的业主都是非富即贵，你们别说住了，恐怕连看房的资格都没有吧？若是继续撒泼，我可真要采取措施了。姐，这里可不是农村，人家有人家的规定，要不然怎么体现有钱人的尊贵呢？这位同志，我们真是这里住户的亲戚，我的大外甥我姐的儿子在这里住着呢，他们是刚买的房。刚买的房，他的门牌号码以及身份姓名报出来，我替你们查一下，如果真有，那我就通知住户出来领人。门牌号我们还不知道，但是我大外甥叫陈远明，你们可以查一下。对，我儿子叫陈远明，马上给我查。攀亲戚也不看看地方，这里哪有一个叫陈远明的业主？看来你们就是存心找事来了。今天不给你们点苦头吃，你们是不知道哪些地方不该来啊！把他们带到警卫室询问，不老实交代来此目的，就立刻以盗窃嫌疑报警。同志，可千万别误会啊，我外甥真的是这里业主，怎么会没有他的名字呢？没有就是没有，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带走！不得了了，了不得了！这里的保安打人了，来人了，救命呀！保安们看着撒泼的彭凯丽束手无策，彭凯妍一家看着这位大姐全身都溢满了汗水。我的天呀，丢死人了！要不是想着能跟你沾点光借点钱，这辈子都不想再来往了。心中厌恶之下，这一家人竟远远地走了开来，整个现场就只剩下了彭凯丽还在那里撕心裂肺的哭嚎。一群保安彻底懵逼了，立刻将他抬到一边，给业主让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居然在地上撒泼，真没素质！远明，那地上的人好像是你吗？你们干什么都给我让开！你们都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我儿子，他就是陈远明。你们真是岂有此理，连业主的亲妈都敢暴力阻拦！我要投诉，我一定要投诉你们！对，就投诉他们，让他们丢了饭碗，砸了锅。这可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！奶奶，第一次见面你就让我大开眼界了。这位先生，我们也只是维护业主利益，尽职尽责而已。何况我们也翻阅了业主资料，这里登记的联系人没有您的名字，这才在不得已之下请这位大姐离开。陈远明的火气顿时消了。那天买房自己为了讨好老婆，登记的联系人信息也的确不是他的名字。远明呀，可把你盼回来了。你要是再晚回来一步，你娘可就被人欺负死了。这笔账一定要跟他们算。这是上次借钱失败就回家去把老太太给搬来了，可刚才老太太受欺负的时候也没见你们在场啊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们赶快回家吧。堂哥，这到底是不是你们家啊？怎么保安连你的名字都查不到？不会是租的吧？远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房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妈，是我们的房子，只是门卫这里只需要登记一个联系人就行，远明就把我登记上了。彩霞，你才来到城里几天啊？怎么连规矩都不懂了？在农村一切都是要以男人为主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居然不写户主的名字，你想要干什么？妈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赶快进去吧。陈远明赶忙岔开了话题。登记张彩霞可是他接连败家之后的讨好表现，这么丢人的事情绝不能让亲戚们知道了。娘，看来你又有的气受了。没什么的，你奶奶就是那么个脾气，也是从小孤苦无依，为了不受欺凌才养成的彪悍。远明，这房子得多少钱啊？娘，总共368万。368万，我的个乖乖！我要是也能住上这样的豪宅，那这辈子可就真的值了。什么样的老婆找不到？想住这里那还不容易，把你的媳妇直接娶到这里不就完了吗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人家小伟放着省城不带，怎么可能跑到这么个小城市来？怎么你不愿意？远明，咱有钱了，但也不能忘本，更不能不认亲啊！娘，别说了，我来问你，我今天要是不来找你，你是不是就准备把老娘扔在农村不管了？自己住着这么豪华的地方，却不管自己的亲娘，你是被谁带坏了？妈，远明怎么可能不管您呢？我们也是前天才买下这里，还没有彻底安稳下来呢。原本也打算着过段时间就会去接您，这不您就来了吗？对，妈，你就别在这里小题大做了。过段时间去接您也是我的意思。彩霞刚买下以前那个楼房的时候，就催着我去接您呢。远明呀，我上次来借钱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只有50万吗？怎么才过了几天时间，你就能掏得起300多万买房了？
看来还真跟你妈说的一样，有钱了就不认亲了。远明，妈可只有这么一个弟弟，而你也只有这么一个舅舅。你表弟想要结婚遇到了困难，你有钱了不仅不帮，还撒谎撂屁的，你这是认亲的做法吗？妈，我当时的确就只有50万，而且也不是我不给二舅借钱，是他自己说的跟我不熟啊。远明，你蒙谁呢？这才几天的功夫，你就能从50万到了数百万的身家，买这么豪华的别墅连眉头都不眨。别说我不信了，你妈也肯定不信。是呀，儿子，你现在怎么变得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起来了？有钱就是有钱，难道有钱也丢人吗？今天我做主了，给你二舅借100万，让小伟娶媳妇，另外把你那套出租的楼房也给他吧，都是亲戚，住在一起也好，相互有个照应。他是你弟弟，你得教教他怎么挣钱，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坏房子我要，挣钱的办法我更得要，还得是结亲啊。妈，我们的房子也是自己努力挣来的，凭什么要摆给人？想要自己去挣啊？我就知道远明是被人带坏了。张彩霞，你一个大肚婆娘有什么能力挣钱？还不都是我儿子一力打拼的？你倒好，还口口声声我们的，你何德何能？完了，BBQ了，这投胎还真是门技术啊！老爹能力差就算了，没想到这个奶奶也不讲理啊！妈，房子的钱可不是你儿子我挣的，我没那个本事。儿子，你没必要为了维护某些人，就把自己放到那么低的位置吧。不是你挣来的，难道还是他一个大肚婆挣的不成？张彩霞没有说话，定定地看着陈远明，看他要怎么回答。婆婆已经来了，显然是不会走了。若是陈远明还在这里因为虚荣而胡说八道，他们夫妻的情分也就走到尽头了。妈，我没有维护彩霞，家里的钱的确都是他挣的，你儿子就是在吃软饭呢。我这个爹关键时刻倒也还是能拿得出手的，看来前几次让他吃亏的教训还是有用的，要不然他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那个彩霞呀，是妈一时激动，有些口不择言了。但不管如何，咱们也是一家人嘛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彭凯丽在村里有名的滚刀面，此时将他软硬俱佳的绝活使了个炉火纯青，儿媳妇占主导位置了，那自己就得暂时消停的，以免得罪的太狠，真不让自己搬来住可就麻烦了。毕竟儿子是个吃软饭的。远明，彩霞，二舅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刚才的话只是有些心里不痛快罢了。毕竟我们就小伟一个儿子，没钱娶媳妇，我们也着急，不是吗？是呀，彩霞，你别放心里去，你二舅心里一急就口不择言，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毕竟你们现在是有钱人了，身份不一样了，对吧？舅妈，想当初我跟远明投奔你们，你们不仅一忙没帮，还把我们赶出了家门。临走问你们借100块钱路费，你们居然说还要留着买狗粮，在你们眼里我们连狗都不如，怎么现在身份就不一样了？大姐，彭家不能断后啊。彩霞，远明，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，你二舅毕竟还是你二舅，他的儿子也毕竟还是你们的表弟，这个钱你们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，不然我就立刻回去农村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。妈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是我妈，赡养你是我们该做的，可借钱我们没有那个义务。儿子，你爹好像又恢复到以前了，看来你的主意真是对的，掐断他的经济来源，果然让他不再浮躁了。娘，我爹本来也是明白事理的，只不过突然之间生存状况的改变，让他短时间内不适应了，这是正常的。彭凯妍一家灰溜溜的走了，张彩霞也没有做得太绝，给了他们1万块。不管如何，婆婆的脸面在那放着。远明现在没人了，能跟妈说说你们咋一下就发财了吗？妈，彩霞跟人学了炒股，用了几天时间就赚了1000多万。1000多万，那得多大一个麻袋才能装得下呀？这还是张彩霞跟陈二狗商量之后报给陈远明的数字，但即便如此，也让彭凯丽感到了阵阵眩晕。此时他看着儿媳妇的眼神都充满了慈祥。吃软饭那就吃软饭吧，谁让儿子没本事呢？儿子，你跟我来。去吧，妈肯定有话要对你交代。娘，奶奶这番体己话说完，估计以后自己也不敢指手画脚了。儿子，但愿如此吧。时间流逝，一家人也都安安稳稳的，而陈二狗也没有再前往股市，静养保胎，给自己一个充足的发育时间，待生产之后也好有一副强壮的筋骨。但滨海股市却依旧流传着他们母子的传说。大夫，我老婆快生了，快进产房。随着产房门的关闭，陈二狗正式踏上了重归世界的进程。远明也不知道彩霞是生儿子还是生女儿啊？妈，是儿子。那可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抱大孙子了，将来去了九泉之下，也终于可以给你爸交代了。哈哈哈，我陈二狗终于出生了，明，以后你就不用那么劳累了。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被吓傻了，刚出生的婴儿怎么就会说话了？彩霞感觉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爹，我在这里。儿子，你刚出生就会说话，难怪刚才护士都被吓跑了。爹，这里不宜久留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彭凯丽用毯子裹着陈二狗抱了起来，陈远明一把抱起张彩霞，跟在彭凯丽的身后离开了医院。这里已经不能待了，一旦陈二狗出生就会说话的事情传了出去，还不得被人带去做各种检查。儿子，我怎么感觉这孙子有些与众不同呢？
刚出生的婴儿怎么两眼珠子就那么明亮呢？还有成年人一样的眼神。儿子应该是天生聪慧，所以眼神明亮是肯定的。明，你辛苦了。儿子，看到你妈就不辛苦了。儿子，今后你娘就由我们2个人来疼了，她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明，爹说的对，今后就由我们俩来心疼你，儿子一定会让你一生富贵，今世无忧的。儿子，你也不要太过辛劳了，人这一辈子小富即安，更何况咱们都已经大富大贵了，能保持现在的生活，娘很知足了。明，你认为的大富大贵，在儿子眼中也不过是刚刚开始罢了。我现在刚出生，还没有施展抱负呢，怎么能就此满足？爹，你注册的公司执照下来了吗？叫什么名字？你这臭小子刚出生就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别公司的事情就不说了吧。爹，哪能不说呢？我还想着咱父子同心将你的公司发展壮大呢，最起码的标准也得做到未来上市，让你成为商界举足轻重的巨擘。那公司是我用你妈的名字起的，叫霞光商贸，是不是很土？爹，公司的名称本就是代表创业者理念，不分土洋，我觉得你这个就很好，既体现出了我娘对你的重要，也体现出了你想要为家拼搏的执着。爹，这2天你就辛苦一下吧，将公司的性质改为有限责任公司，营业范围也需要增加一些，比如房地产、金融交易、实体商贸以及能源供应等等，反正你看着办，把你能想到的全部加进去。儿子，贪多嚼不烂吧？你能告诉爹这些你真的都懂吗？当然懂了，我可是神童能未卜先知。行，那我这就去工商局变更公司性质，增加营业范围。爹，你记得买一些报纸回来，我要最近3个月的。陈远明回来的时候雇了一辆人力3轮，3个月的报纸拉了满满一车。有了这些报纸，我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跟这个时代完全接轨，再辅以我的前世记忆，整个夏国商界的这片天地，还不就是我陈二狗的天下？儿子，你看这么快能看明白具体内容了？爹，没问题。儿子呀，你可别把自己累坏了。爹，我真的没事，你赶紧去工商更变执照吧，说不定我明天就要用呢。还有，你再找一个大点的办公地点，最少也得1000多个平方。远明怎么又出去了？这大中午的也不知道看孩子。彩霞还在睡觉，可别被孩子吵醒了。妈，我出去办点事。你一天天的不知道瞎忙啥，我得去看看我的大乖孙。这孙子怎么在看报纸？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将陈二狗给吓了一大跳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奶奶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，哎，你可把奶奶吓死了！不哭不哭啊！该死的远明着急慌忙的走，却把我乖孙子丢下了。这个奶奶虽然蛮不讲理，但好在还是很心疼我的。傍晚的时候，陈远明回来了，可刚一进门就遭遇了彭凯丽的一顿炮火。你这个脑子丢在裤兜里的瞎货，竟然将我的大孙子丢在院子里，自己就跑了！你知不知道那样很危险的呀？娘，你就别骂他了，他这2天事情很多，偶尔疏忽也是正常的。爹，执照的事情办好了吗？办好了，增加经营范围比办理执照简单多了。那就太好了。爹，明天你抱着我出趟门吧。儿子，咱们明天要去哪里？去建委，去规划局，去开发办，总之得跑好几个地方。咱家在西郊买的平房，现在也到了让他们兑现价值的时候。兑现价值？儿子，那片平房难道涨价了？涨了多少？爹娘，现在的西郊平房已经不能用涨价多少来衡量了。为什么？现在的西郊已经被确定了为滨海的新市区，未来不仅会成为市府所在地，更会成为滨海商业区。爹娘，你们想想，这种形势下的西郊还能用涨价多少来衡量吗？儿子，你可真是有先见之明未卜先知的神通啊！儿子，那按照你的预计，西郊咱们能拿回来多少钱？1分钱也拿不回来。爹娘，你们不要着急，我说的意思是我要利用西郊土地的价值来跟政府做一笔生意。跟政府做生意？爹娘，政府既然已经决策西郊要大力开发，我们平房占据的地段必然属于政府优先采购的级别，但是我不准备卖给他们，我打算以合作的形式来建设。第2天一大早，陈远明就背着陈二狗来到了建委。你好，我看到报纸公告，所以来洽谈一下西郊平房的事情。你就是陈远明吧？我们也正要联系你呢。听说你早在3月之前就买下了整个西郊的民居，真是眼光独到啊！这也没什么，只是我目前还不想拆迁。陈先生，开发西郊可是重点工程，我希望你能响应号召，成为市民楷模。毕竟你那片民房的位置正好占据着商业区的黄金地段，一旦你不配合，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开发战略的实施。你可一定要想好啊！若是阻碍城市发展，那我们就只能强行拆迁了。爹，不用慌，咱们可是手握黄金地段，有着足够的谈判资本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问问他，接下来他们是不是准备招标引进开发企业？
招标会什么时候进行，哪个部门负责？你问这些做什么？你的责任就是配合我们，将你手里的民居卖给官方即可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们自有安排。这位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们要进行招标，我也想参与其中，而且我还想要独家定标。独家定标？你可知道开发一个区域得投入多少吗？就你现在的身家，满打满算才是500多万，连开发资金的9牛1毛都够不上。你凭什么想要参与其中？又凭什么想要独家定标？这位同志，我说的独家定标，并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我一无资质二无人员，更不可能是由我来开发西郊了。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要推荐一家开发企业，然后参与其中，用我的民居楼作为投资，跟他们一起合作开发西郊，用民居的价值投资参与到开发中来。这倒是可行的，但是你依旧是有些天马行空，不切实际了。指定企业可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机构说了算的，得经过高层讨论才能最终确定。你去找市长去谈吧。多谢告知。嘿，好家伙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还真去找市长啊？很快陈远明来到了滨海市政府，可结果却让他失望了。对不起，王市长日理万机，没有预约和特别重大的事务，实在抽不出时间接待你啊。儿子，你的想法爹支持，可现在看来难度不小啊。你还有其他办法能见到市长吗？爹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我还就不信了，连个市长都见不到，还谈什么商业帝国？爹，你问一下市长接待日在哪一天？这位同志，我想问一下市长接待日在哪天？我有些事情想要反映，是有关于西郊开发的。先生，市长接待日就在明天一早。你若是真有西郊的事情反映，那我可以酌情将你的接见顺序安排到靠前一些的位置。太感谢了，儿子，你怎么知道还有个市长接待日呢？爹，你以为我的报纸是白看的吗？还是我儿子厉害，不错不错，能让爹跟市长近距离接触一把，就算事情不成，那也足够荣耀了。爹，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想要改变目前的决策，我们还有一段艰苦卓绝的路程要走呢。远明，事情进展的怎么样？一切还算顺利，我儿子真有本事，明天还要让我见市长呢。见市长？那看来儿子计划的事情就没问题了吧？明，哪有那么简单？明天才是最为艰难的第一关，后面还有好几关等着我们过呢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陈远明又背着二狗出门了。当来到接待地点的时候，这里已经人山人海，来的大部分都是下岗工人，而谈论的也都是关于下岗之后生活陷入困顿的状况。诸位父老乡亲，你们多安静一下，王市长马上就来了。现在请听到名字的群众按照顺序排好队等待接见。第一位，陈远明。陈远明，我听说你有关于西郊的事情要反映是吗？是啊，王市长，我是来谈有关西郊事务的。这位同志，我今天只接待不谈事，你若是有业务上的事情，可以去建委接洽。我是西区150套民房的唯一拥有者，想要以此为代价换取一个参与开发的机会。同志，西郊大开发是我们已经决定的事情，就算是我也无法更改。何况你知道大开发需要多少资金吗？按照我们的预算，最少也得2个亿，这可不是你一个等待拆迁的个体就能随随便便参与进来的。我目前有5000万现金，再加上我的西郊民房，我能凑出6000万来。6000万？那就说说你的构想吧。我不想要拆迁补偿，我想要以自己公司的名义直接拍卖西郊平房，而拍卖的附带条件就是以拍卖的最终价格作为投资成本，参与西郊开发的所有项目。我想知道你的公司是滨海的本地企业吗？是的，刚刚注册。不错，有实力有想法，还是我们滨海的本土企业。我们当然希望更多有能力的企业参与进来了，那样才能更多的带动本土就业嘛。那王市长的意思是我这个方案可以通过了？我这里没问题，但还需要赏会。不过我相信，只要是为了滨海，就一定可以通过。陈远明迈着轻快的步伐，吹着嘹亮的口哨离开了这里，跟官方的交涉目前可以告一段落，只等王市长提议，然后上会表决了。陈二狗的注意力便转向了另一家公司，他就是上一世开发西郊的主力企业宇豪地产。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？我是来洽谈西郊事宜的。对不起，你若是闲得没事干，大可以溜溜公园打打牌。我看你还背着一个孩子，要不你就回去给喂喂奶吧。你说什么呢？爹，压住火气，咱们可是谈大事的人，岂能连这点涵养都没有？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。这位同志，你们目前在滨海的工作重心难道不是西郊项目吗？那算了，这笔生意我就送给其他公司做吧。先生，请留步，刚才是我失礼了，还请您不要介意啊。我还是回家先给孩子喂奶吧。是我有眼无珠，口无遮拦了，您可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啊。在下黄庆峰，是宇豪地产驻滨海办事处的负责人。我叫陈远明。陈总，你刚才说的意思是你有门道能拿下西郊项目？下个月5号就会召开西郊开发企业竞标会。黄经理，你们的标书做好了吗？陈总，据我所知，官方到现在还没开始拆迁事宜呢，怎么可能就要招标了？按照正常程序，拆迁原有建筑最快也得半年时间，所以你这个消息准确吗？拆迁？谁说了拍卖地段搞开发就一定得要先拆迁再拍卖？不拆迁就拍卖？您怎么能证明您说的消息就是官方的意思呢？我就是西郊原有建筑的唯一拥有者。那您的意思就是官方准备连建筑带地段一并拍卖了？
不错，这个提议已经内定了。那您来我这里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想要用原有建筑以及5000万的现金作为资本，入股滨海项目，不仅是开发这一块，还有今后的商业区运转。可以，但据我所知，西郊开发的总预算是2个亿，你投入5000万，外加原有建筑，按我们估算也才不过5500多万。即便我们竞标成功了，也只能给你25%的股份，你看如何？王总，你是在试探我的底线呢？那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。西郊开发我要1半的项目股权，今后的商业区运作我也要同等待遇，全部参与。行，咱们就合作愉快。不行，我这就立马离开。陈总1半股权已经超出了我的权限。而且今后商业区的运作也不是我们公司的主业，是否在开发之后还会继续投资，这就更加不是我能做主的了。王总，那你就做2手准备吧，一边按照我给你的信息做好标书，一定要快，要抢在所有企业的前面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；一边你就立刻向总公司申请阐明利害，让他们速做决断。陈总放心，我这就立刻安排，保您满意。关于商业区的后续运作，我希望你能力荐公司得以通过，未来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蛋糕。随着市长接待日的结束，王市长立刻就召集决策层召开了有关西郊的重要会议，全票通过了陈远明的提议，将西郊所有居民楼打包拍卖。儿子，你觉得这件事有几分把握？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最多3天，官方肯定就会发布公告。这次我不仅要让西郊平房升值，还会实现墓地参与开发的，未来你可就成大忙人了。连官方什么时候有公告你都知道了？远明，这有什么可惊讶的？你别忘了咱儿子可是神童呢。明，我爹以后可就是正儿八经的陈总了，未来还会是陈董事长，咱们家今后也会更加有钱。儿子，爹娘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，只要你一切安好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儿子，你说爹真的可以做董事长吗？没问题，别担心，有儿子在。看把你们一个个高兴的。远明，我可告诉你，以后绝对不允许再带我孙子出门了，不管什么事情都放到满月之后再说。若是让我大孙子生病了，我有你们好看的。我和老爸为了能更方便的出去办事，只能想办法把奶奶支开。看来也只能是拿钱换自由了。明，你就说同意给舅舅家借钱，就让奶奶亲自给他们送钱去。给舅舅借钱，这倒是个绝对可行的办法。妈，这2天我总是在想舅舅他们的事情。你舅舅他们怎么了？就算小伟结不了婚，也不用你来操心了。妈，我思来想去，也不能看着小伟娶不了媳妇。尽管他们做的事情不地道，但咱们若是也以牙还牙，岂不是显得心胸狭隘了？对呀，彩霞，妈还一直没看出来你的度量竟然这么大呢，真是我的好媳妇。那你的意思是要给他们借钱了？妈，借钱没问题，就给他们拿10万，风风光光的娶媳妇吧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坐月子又不方便出门，远明又要忙着西郊建设的事情，也抽不开身，这钱没人送过去啊。哎呦，我去送。彩霞、远明，你们就放心吧，这次去你舅舅那里，我一定会让他们对你2口子感恩戴德的。妈，只要他们能领情，我跟远明就谢天谢地了，还谈什么感恩戴德呢？你老一路要把自己照顾好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远明，你说妈在舅舅那里能住多久？估计怎么也得走1个月吧。你看妈那兴高采烈的样子，不彻底享受够了被人抬举的滋味，怎么可能回来？那我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也来住段时间吧。这还用得着问我吗？你可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，你说了算。我居然还有个姥姥啊！这样看来，重生一场倒也没什么坏处。上辈子我在孤儿院长大，还真没感受过亲情。明，我还有姥爷吗？要是有的话，就一并接来，让他们在这里定居吧。儿子，有好多事情你不知。明，不就是几个老人相处不易吗？太简单了吧，给我姥爷和姥姥再买1套房不就得了？或者把那套出租的房子直接收回来，过户到他们名下。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买房子生儿子虽然也通知过父母，可为了避免麻烦，一直都没有让他们过来的打算。现在儿子开口了，张彩霞仿佛有了主心骨。经过了1天的颠簸，彭凯丽也终于来到了省城。大姑，你可算来了。小伟现在钱也有了，也该把婚期定下来了吧？这不就等大姑来了才敢具体协商吗？我刚才去了一趟他们家，今晚我们2家人见个面，就由大姑你来主持一切吧。那就行，不知对方还有什么其他条件吗？没有的话就这么定了，如果有就让他们随便提。条件嘛，小伟说啊，他们又提什么新条件了？他们提了个要求，想要我们在结婚后让我们也去滨海发展。去滨海发展？顿时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。这不是要去发展，是准备举家搬迁啊！3天之后，滨海市政府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企业，也为了更快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，同时解决就业压力，经全体决策层一致通过，西郊大开发项目不再进行拆迁，改为民居和地段一同拍卖，通过竞标价高者得的方案，拍卖日期定为4月30日。这一步先机足以让我瞬间登顶啊！果然那陈远明背后有人。
这消息不是空穴来风。看来我申请的成立分公司涉足商业圈的建议，也可以搭乘着这股东风顺理成章了。黄总，这一下你的竞标可就十拿九稳了吧？是陈总啊，欢迎欢迎，我还正准备给你打电话，请你过来商讨一下细节。这么看来，你们宇豪总部通过了我提的要求？通过了，就在10分钟之前，我刚刚接到了回复。那就太好了，黄总希望我们今后合作愉快。陈总，现在你拥有了整个项目1半的股权，那就先说说竞标成功之后，你准备负责哪些具体业务吧。所谓凡事必有头，对于开发建设这一块我还是个门外汉，所以整个西郊的大体走向还得由你们宇豪把握，而我就负责一些简单的人事以及各种材料的供应吧。陈总，这人事和材料供应可是块大肥肉啊，看样子黄总还不舍得放权了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两人洽谈的内容本就都在陈二狗的计算之中，他们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，仅一上午就谈完了所有的具体细节，只等竞标日期一到，走完程序之后就可以签订合作协议了。齐副市长，官方决策的突然改变，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！您看这可怎么办？这件事情的改变事出有因啊。鉴于王市长的态度以及当时会议上的情况，我也没办法坚持原本的主张。若是一力反对，不仅于事无补，还会招来众多猜疑，所以你也只能顺应突变，再做调整了。你拿了老子那么多钱，此时却说出了这种话，你明哲保身不要紧，可老子若是丢了项目，也就等于前途尽毁了。这件事成也得成，不成那就得两败俱伤。齐市长，你说的事出有因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有一个叫做陈远明的人，他在3月之前就买下了整个西郊民房，这次就是他将民居的拆迁转换成了投资，再加5000万现金的投入，跟我们谈成了参与项目的计划，所以一切改变都来源于他。陈远明，滨海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号人物了？他竟然在3月之前就已经布局好了西郊的一切。齐市长，你觉得此人的背后会是谁呢？难道会是王市长？我觉得不是。为何不是？齐市长，你是滨海的2把手，应该比我知道的多吧？滨海大开发的调子最初是哪个层面确定的？而最终的批复又是哪个级别做出的？名不见经传却有这么深厚的背景，这个突然出现的陈远明，我倒是小看他了。那这样看来，不论从哪方面讲，我都得赶紧接触一下这个陈远明了。手里有房，背后有人，一眼看去西郊项目就是为他准备的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散了吧。你立刻去找陈远明洽谈合作事宜。齐市长，正所谓县官不如县管，你可是分管滨海建设的2把手，就算他陈远明有人，那也是远在省城，还不得在你手下盘头缩尾。所以这件事情要想一帆风顺，还离不开你的大力支持啊。那你还需要我做什么？我需要你配合一下，以你2把手的身份，多少给他施加一点压力。陈远明不就是那个张股神的男人吗？我呸！什么省城有人，那就是个靠炒股发家的骗子。耿荣和齐海的饭局是在龙凤阁的雅间，可龙凤阁的老板程咬金正是个典型的投机之人。副市长的谈话他在外面听了个一清二楚。这个机会我可得抓住了！你们胆敢用皮包公司那一套欺骗滨海高层，不给我程咬金分一杯羹，我怎么可能让你顺利实现？耿总，那你加快进度吧，我这里看你的情况再定具体的配合步骤。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他施加压力的。耿荣很快来到了陈远明的霞光公司，他想亲自会一会这个陈远明到底是何方神圣。陈总你好，我是青龙地产在滨海办事处的负责人，我叫耿荣，我来找你谈合作的。这就是西郊大开发的关键人物，简直就是个家庭妇男嘛！堂堂一个老总，却抱着个吃奶的婴儿，还是在自己的公司，这是个什么形象？会不会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公司，他也只是某个实权人物的代言人呢？看不起我爹，你这眼神可真是拐到了腋下。耿总没听过呀，我只知道有个耿专员。爹，你千万别见财起意了，我这都是安排好的，没了宇豪可就完不成西郊。那我这就将他打发走吧。不急，这人能来找咱们，那肯定是有人指点了，跟他谈谈，探探他的口风，看他的关系是谁，我们也好提前有个应对。耿总请坐，你来找我要谈什么业务？陈总，我听说你买下了所有的西郊民居，并且以此为基础，想要参与到大开发的项目中来，所以我是来谈有关具体合作事宜的。不知道您这里对于合作伙伴有什么要求和条件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来晚了。陈总，咱们都是生意人，就别再兜圈子了吧。鄙人虽然不才，却也十分自信。到目前为止，整个滨海能知道你这个人存在，且还掌握了西郊命脉的，恐怕也只有我耿荣一个了。所以你还是开门见山，说出你的条件，我听听吧。可陈远明却是没有直接回话，而是将头靠近了他怀里的婴儿，似乎是在感受那孩子的体温。我就奇怪了。那个神秘的当权者，你就算找代言人，也找个能拿出手的不好吗？怎么就找了这么一个带娃的奶爸？这样的人，你就不怕在传话的时候有什么闪失？这可涉及到了2个亿的工程啊！哦，那看来耿总很自信呢。让我猜猜你的自信来自哪里吧？你在官方有人，而且给你消息的这个人，还是个举足轻重的人，对吧？陈总，我有没有人就不必在这里详谈了吧？我来是想跟你们合作的，尤其是想跟你背后的人合作。我背后的人？我背后没人呢。陈总，我们青龙地产可是下国前10的企业，你的态度我就不予计较了。可若是耽误了合作，影响了你背后之人的利益，你就不怕承担不起吗？排名前10，这么有实力吗？不错，跟我们合作的结果就是大家欢喜，不拖泥带水，事前保密，事后无痕。别，不用套话了，如此牛逼的态度就让他直接滚蛋吧。跟我比硬，我比你还硬。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而且我也只想跟排名前5的企业合作，你们庆隆不够资格。陈总，我希望你不要后悔才好。毕竟，就算你背后的人叶子再大，怕是也笼罩不到整个滨海。
真就不怕跟别人合作了之后，你们的工程进展不顺吗？你这是在威胁我们？不好意思啊，耿总，我没在厦门读过大学，我可不是厦大的。哼，走着瞧，你背后的人可真是瞎了眼，选了你这么一个蠢材代言。我明白的告诉你，不跟我庆隆合作，你在西郊举步维艰。哼，儿子，没事吧？别，你就放心吧。他若是真敢坑我们，我就敢让滨海成为他的噩梦，让我在西郊举步维艰。敢说的如此笃定，还敢威胁的这么强硬，我很好奇你的后台到底是谁呢？你好，陈总，我是龙凤阁的老板程咬金。程咬金？陈二狗两只黑豆豆的眼睛看向了他。这个人二狗太知道了，上一世想要坑害自己，却被打了个倾家荡产。你找我可有事？陈总，既然你问我了，那我也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。我想要在西郊谋一份赚钱的营生。你看，我认识你吗？你一个开饭店的也跑来要掺和工程的事，而且还大喇喇的跟我要赚钱的营生，我跟你很熟吗？陈总，既然你如此不给面，那我也干脆把话挑明吧。我知道你的底细。知道我的底细？你就是个冒牌货，被我戳中了软肋心慌了吧？我有什么底细？你说来听听。陈总，咱们就明人不说暗话了吧？你自己干了什么你不知道吗？真以为买了次彩票中了个大奖，然后又仗着老婆在股市里挣了点钱，自己就无所不能了？居然还敢打着省城有人的旗号，到处招摇撞骗，吓得滨海领导都给你大开后门，一路绿灯要让你拿下西郊。若是我将这个消息捅出去，不知你的下场会是如何？不判你个诈骗罪就不错了。看来你还下了一番功夫啊，居然把我调查得这么清楚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若是不答应给我一点挣钱的营生，那你就别想拿下西郊，你也做好牢狱之灾的准备吧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说完了，赶紧滚蛋！就凭你一个炒菜的也想要掺和工程的事，还敢威胁我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陈月明，你敢骂我？骂你怎么了？再不赶紧滚蛋，我还要报警抓你呢！你知道敲诈得判多少年吗？好，你有种，那咱们就走着瞧，我叫你看看我这个什么都不算的东西是怎么把你给拉入地狱的。是陈总吗？我是滨海副市长齐海。齐海，副市长，齐市长，你找我有什么指示？你的建议得以全体通过，这是我们滨海领导集体对你的信任，更是对你名下霞光公司所寄予的厚望，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吧？齐市长，我很感谢滨海领导对我的信任，也感谢你们给了我霞光公司这个机会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投入到开发中去，为我们滨海打造出一个高端商业区。可我怎么听说庆隆这样的大公司去找你谈合作，都被你给拒之门外了呢？庆隆，原来是他，耿荣背后之人现在跳出来了。齐市长，西郊项目还没有真正竞标呢，他这个时候来找我洽谈合作，我是觉得太早了一点。你的担心倒也不无道理，若是最后庆隆公司竞标失败了，倒也的确是浪费了唇舌。庆隆地产可是鼎鼎有名的公司，我们为了保证工程质量，也得找这样有实力的公司合作才行。可现在由于你的建议，我们临时更改了西郊的竞标规划，也给他们带来了不便。这个不便还希望你能配合一下，帮他们弥补啊。齐市长，那我该怎么办才能给予他们帮助，才能弥补他们的不便呢？陈总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也是个前途无量的企业家。为了滨海的发展，你就得有信息共享的胸怀，尤其是你手里掌握的民居数据，现在就是决定竞标是否成败的关键。你懂我的意思了吧？懂了。齐海又在电话里打了一阵官腔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当然是同意了。我看这个陈远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愚蠢不堪嘛，几句话人家就都听明白了。耿荣不要看不起任何人，能给上面的人当门脸，即便只是个摆设，那也是个名贵的摆设。真不愧是齐市长，一个能顶我千军万马。儿子，这可怎么办？连副市长都出面给庆隆要数据了，我们给还是不给？当然给了，领导不是指示过了要帮他们一把，别，你就等着收钱吧。收钱？半个小时之后，耿荣的车子就已经停到了霞光公司楼下。陈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耿总啊，欢迎欢迎。陈总，咱们之间就不必客气了，我的来意你应该知道了吧？我公司里还有好多事情，拿了数据还得赶紧详实标书，就不跟你过多寒暄了。你现在就要啊？时间紧迫，我自然是越早越好了。齐市长可还等着我回话呢。耿总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并没有推拒你的意思，也没有刁难你的想法，而是什么？而是我这里虽然有数据，可还没经过统计呢。具体那片平房有多大，平房那里有些什么设施，我也都不知道啊。当初买的时候只是按户登记，立马给钱了，因此并不详细。那你多久能完成统计？什么时候能给我数据？我这就让所有人快马加鞭，实在不行就连轴加班，最晚后天一早吧。后天一早，距离30号竞标只剩3天时间。陈总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可我也没办法呀。那你就抓紧速度吧，也别说什么后天一早了，我要越快越好。行，没问题。儿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你说的让爹收钱又是怎么个操作法？爹，市长大人不是下了指示吗？要将数据告诉他们。可是数据是我们自己的，自然也不能白给了。你这样……随着陈二狗的一阵交代，陈远明听了个心花怒放。这个儿子真是雁过拔毛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一则爆炸性的消息就席卷了整个滨海地产界。霞光公司要出售西郊民居的所有数据，每份1万块。各地公司的办事处在这瞬间沸腾了起来。陈远明，你竟敢耍我！
竟敢阳奉阴违，连其市长都给完了，好得很。你可真是个硬人啊！你赶紧去买数据，有多少给我买多少。你们这里还有多少份数据？我全都要了。还剩20份都给你了。全部卖完了，这是怎么搞的？不是说1万1份公开售卖吗？怎么我们刚刚赶到你们就卖完了呢？你们这不是骗人吗？摆明了就是在暗箱操作，看似公开售卖，实则只给了几家公司，然后就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卖完了。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必须给说法。陈远明呀，陈远明，这下你搬起石头砸了脚吧？贪心不足还想要坑害老子，我就想当面看看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。儿子，事情有点不对劲呢，人们若是继续这样闹下去，还不得出大事了。爹，再等等，我还就怕他们不闹事呢，闹得越凶越好。陈总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言而无信的代价。我想这些人马上就会忍耐不住，要跑到官方去控告你暗箱操作了。我怎么就言而无信了？让我将数据公之于众，可是其市长亲口下的指示。若是真的有人去告状，那就大家都别想好过。出问题了就想让我一个人担责，门都没有。我可真为你的智商堪忧。齐市长给你打电话，那是让你将数据指给我青龙公司，什么时候让你公之于众啊？原本我的安排是1家1份，人人都有的，而且我也只收1万块钱，这不过分吧？我刚才亲眼所见是你安排人全部买走了的。耿荣，你就是故意的对吧？就是想要激起民愤，让我甚至让齐市长都下不了台对吧？让你让齐市长都下不了台，你领会错了齐市长的意思，怎么反倒来怪我了？这样的做法将公平公正置于何地了？我们去找官方告他们暗箱操作，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不给我们活路，你们也别想存在。大家一起联名上告，就算他有再大的背景，也得让他就此垮台了。爹，火候到了。大家都冷静一下，你们听我解释。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们要的是数据，可不是你的解释。你是霞光公司老总吗？你们为何只给几个公司卖了数据？尤其那个青龙地产，一下就拿走了20份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们看还说没有暗箱操作，那个青龙地产的负责人现在还在你旁边，明显你们跟他就是一伙的。爹，还差一把火呢。耿总，你若是再不赶紧想办法平息众怒，今天的事情恐怕就大条了。你说该怎么办吧？还说不是暗箱操作，你们若是没有勾结，怎么会一个鼻孔出气？是啊，你还向他求援，不是一伙的，你向他求得着吗？铁证如山，我们去告他们。耿总，我这也是情势所逼，没办法了呀。大家请稍安勿躁，我们的数据并没有全部卖完，现在还是原价依旧1万1份。我保证今天只要来到这里的人人都有。这还差不多，要不就雨露均沾，要不就鱼死网破。而耿荣的双眼瞬间瞪成了铜铃，就在他眼睁睁的注视之下，前台突然又拿出了一叠数据表。王八蛋，上当了！陈远明算你狠，这口气我耿荣咽不下去。哼，儿子，你可真行啊！一份数据光庆龙公司就卖了20万，而且还既不得罪齐市长，又让那个耿荣无处发泄。爹，今天卖数据的钱你就自己留着吧，当个私房钱，说不定能应个急啥的。当私房钱？儿子，还是你体谅爹啊！爹，这几天你就稍事休息一下吧，我们得养足精神，准备3天之后的西郊竞标会了。几天后，陈远明在儿子的指示下，成功拿下了西郊项目，跟滨海市政府签订了未来10几年的合作协议。从中使坏的副市长齐海和耿荣，因官商勾结贪污受贿，被判踩缝纫机20年。在陈二狗1岁的时候，他已经帮助陈远明和张彩霞赚够了10亿身价。9岁的时候，张彩霞生了一个女儿，从此陈二狗变成了宠妹狂魔。陈二狗18岁的时候，霞光商贸在他的指点下成为滨海的顶流大公司，身价早已过1000亿。陈二狗本想就此收手，带着一家人环游世界，好好享受生活，却不料又碰到了一个疯老头，从此命运的齿轮又开始转动。